弗雷雅说道：“你来抚养这个孩子。”西摩停下手中的动作：“您说什么？”两人在华丽的会客厅内对坐。西摩沉默片刻：“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岳母大人。”弗雷雅拄着拐杖坐在沙发上，反问西摩：“这很难理解吗？”弗雷雅继续说道：“那我就为你再重复一遍。”弗雷雅指着身边的洛薇娜说道：“收留这个孩子，以萨默塞特家族的名义。”西摩看着眼前的两人说道：“岳母大人，这太突然了。”一个乖戾的老妇人身边坐着一个只有栗子般大小的小女孩。西摩看着弗雷雅和洛薇娜，心想这真是一个古怪的组合。西摩扶了扶眼镜，如果岳母大人不是像母亲一样对待我，如果萨默塞特在您眼中显得如此寂寞，您大可以带一只猫回来。弗雷雅看向西摩问道：“你现在是在顶撞我吗？”用那种语气听起来，你觉得我在开玩笑？西摩回应道：“当然不是，只是这个世界太危险了，不能随便收留任何人。”弗雷雅冷哼一声说道：“又在顶撞我？你这么急着想让我早点死，好去参加我的葬礼吗？虽然你很忙，但你还是经常去罗斯的墓前，不是吗？”西摩低声问道：“为什么要提起我的妻子？”弗雷雅看着他说道：“我难道连谈论自己女儿的权利都没有吗？”弗雷雅看向窗外，已经1年了。自从那场事故之后，你打算这样生活多久？西摩坐在沙发上，才1年吗？真让人惊讶。对他而言，每一天都像在地狱中煎熬，漫长的仿佛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弗雷雅说的没错，距离他的妻子罗斯在那场马车事故中去世，确实已经整整1年了。然而，直到现在，那一幕依然清晰的如同发生在昨天。西摩无法忘记，在那辆马车里坐着他唯一的内兄格雷厄姆和他的妻子，还有那个他爱的超过自己生命的女人。事故发生后，留给西摩的只有萨默塞特公爵这个沉重的头衔，那本该是由他的内兄继承的爵位，以及那个被留下的孩子。西摩听到了一阵细微的啜泣声，他转过头看向那个站在阴影中的小男孩，那是年幼的丹特。对于年仅12岁的丹特来说，萨默塞特公爵这个头衔实在太过沉重。西摩心中明白，正因为内兄和丹特都无法承接这份重量，他才不得不代替他们，成为了萨默塞特公爵。烟灰缸里堆满了燃尽的烟头。弗雷雅看着西摩说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1个月在床上睡觉的时间屈指可数，整天靠酒精和香烟度日，简直像个已经定好死期的人。工作堆积如山，你就像只尾巴着了火的狗一样，四处奔命，不是吗？”西摩低声请求道：“请不要在孩子面前说这些，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弗雷雅冷冷地回应道：“那是一种短命的生活方式。”西摩沉默片刻：“岳母大人，您也很清楚，我有责任维持萨默塞特家族的运转，这样我才能在将来把这个头衔完好无损的还给丹特。”弗雷雅看向西摩：“如果我稍有疏忽，那些亲戚就会以此为借口，像鹰一样盯着那个公爵宝座伺机而动。你知不知道这1年来你到底探了多少次气？”西摩大声反驳道：“我已经听够了，但事实就是如此，不是吗？一旦我试图将爵位传给那个孩子，所有人都会拿血统问题来攻击他。丹特·格雷厄姆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西摩陷入了痛苦的回忆：“我是作为女婿进入海沃斯家族的，直到现在，我的名字依然挂着海沃斯这个姓氏。然而，我却接手了萨默塞特公爵的头衔，那本该属于格雷厄姆家族的直系血脉，这意味着本该继承这一切的丹特，现在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局外人。”西摩看向丹特：“如果我想在没有其他格雷厄姆家族成员干涉的情况下，把公爵之位传给我的侄子，那么我……”弗雷雅打断了西摩的话：“是的，我明白你的顾虑，正如你所担心的，这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解决那个所谓的血统问题呢？”西摩愣住了：“什么？”弗雷雅继续说道：“我无法将丹特领养进海沃斯家族，因为丹特是格雷厄姆家族唯一的直系继承人。”弗雷雅问道：“谁说要让你领养自己的侄子了？让他结婚不就行了？”西摩震惊地看着弗雷雅。弗雷雅将手搭在洛威内的肩上说道：“由你来资助这个孩子，等他长大以后，让他和你的侄子结婚，然后再把爵位传下去。”西摩看向站在弗雷雅身边的洛威娜，弗雷雅问道：“你觉得怎么样？这难道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吗？”西摩后退半步：“这太荒谬了，岳母大人，您到底在想什么？”西摩痛苦地捂住脸：“您真的要为了这种理由让我去抚养一个孩子吗？”西摩看向弗雷雅问道：“首先，您到底是从哪里带回这个孩子的？”洛威娜眨了眨眼：“我来自汤森孤儿院，我今年10岁了，我的名字叫洛威娜·惠特菲尔德。我告诉过海沃斯夫人，我想成为萨默塞特家族的一员。”西摩感到一阵眩晕，他指着洛威娜：“岳母大人，您该不会是想说，就因为他说了那样的话，您就把他带到我面前来了吗？”弗雷雅反问道：“有什么不可以吗？”西摩大声反驳道：“不，这有太多不可以的理由了。他显然是冲着家族的财产来的。”洛威娜猛地站起身：“我不需要任何财产。”洛威娜直视着西摩说道：“我对海沃斯或者格雷厄姆，甚至是萨默塞特的头衔都没有兴趣。”洛威娜笑着说道：“如果您愿意，我可以签署一份契约，我会声明自己绝不会要求任何关于家族的权利或头衔。”西摩愣住了：“那你为什么说想成为家族的一员？”洛威娜走向西摩：“因为我想要一个家。如您所知，我没有家人，我是一个孤儿。如果您接受我，公爵大人，当您回家时，我会跑到门口去迎接您，我们会一起吃早餐。如果您愿意，我甚至可以用酱汁在您的煎蛋上画一颗心。我真的很擅长这个。”西摩有些不知所措地重复道：“一颗心，还有……”洛威娜伸出手搭在西摩的手背上，洛威娜跌坐在沙发上。西摩看着眼前的女孩，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洛威娜认真地说道：“我真的是鼓足了勇气
才说这些的。洛薇娜伸出小手，轻轻抓住了西摩的衣角。我甚至可以在你睡觉前给你一个晚安吻。洛薇娜退后一步，你觉得怎么样，公爵大人？弗雷雅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幕，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洛薇娜看着西摩，我想我们一定能成为非常幸福的一家人。洛薇娜，一个来自汤森孤儿院的普通女孩，今年刚满10岁。在孤儿院里，洛薇娜这个名字极其平凡，平凡到随处可见。除了运气比其他孩子好一点之外，她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洛薇娜蹲在草丛中寻找着，我找到了，是四叶草。她站起身，手里捧着那株幸运草。周围的孩子们围了上来。哇，洛薇娜，你又找到了一个，太厉害了！洛薇娜看着手中的四叶草，我真的很幸运，这已经是第7个了。但她心中隐藏着一个秘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那就是她转生成了前世读过的一本书里的角色。几天前的感恩节，汤森孤儿院为那些出生日期不明的孩子们举办了一场集体生日派对，让他们聚在一起吹灭蛋糕上的蜡烛。洛薇娜深吸一口气，用力吹向面前的蜡烛。也许是因为那天她吹得太用力了，一阵眩晕感袭来，洛薇娜在派对中途突然倒下，周围的孩子们惊叫起来：“老师，洛薇娜晕倒了！”洛薇娜倒在地上，偏偏在生日这天晕倒。我要收回之前说自己运气好的话。在经历了3天3夜的痛苦折磨后，洛薇娜终于醒了过来。一名医生坐在床边，神情凝重地对身旁的修女说道：“如果我的诊断没错，这孩子没救了，最多只能再活5年。这种病没有治愈的方法，请做好心理准备吧。”洛薇娜躺在病床上，额头敷着退烧贴。听到了这番绝症宣言，医生看着虚弱的洛薇娜，感叹道：“真是可怜。”洛薇娜在心中呐喊：“这个老头是疯了吗？我才10岁，如果只能再活5年，那我15岁就要死了吗？”洛薇娜回想起过去，每当她找到2株四叶草，总会分给院长爷爷1株，现在却被告知只剩下5年的寿命，这太不公平了。老师们也是，为什么能这么轻易的接受这个事实？上次他甚至还分了一半煮鸡蛋给别人，他一直对每个人都那么好，这太残酷了。在那昏迷的3天里，洛薇娜做了一个漫长的梦，在梦中，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学生，和同龄人没什么两样，喜欢可爱的小物件，对美食毫无抵抗力，总是到处寻找有趣的小说来读。然而，就在那个平凡的日子，他被一辆卡车撞倒，年纪轻轻就结束了那段普通的人生。在意识消失前的最后一刻，手机屏幕上还显示着他正在追读的小说，直到百合枯萎第146章。随着每一天的流逝，他的执念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昨天的情况甚至更加糟糕。那种感觉和记忆依然清晰可见，我甚至记得那一刻正在读的小说，那是一个关于患有绝症的女主角的故事，和我现在的处境一模一样。那个病叫什么名字来着？医生站在床边，看着昏睡的洛薇娜说道：“百合病。”洛薇娜猛地睁开眼，对，百合病。医生继续向修女解释道：“这孩子正遭受着百合病的折磨，高烧退去后可能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但白色的斑点会蔓延至全身，导致身体不断腐烂，直至死亡。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绝症。我很抱歉，在刚满10岁后不久，我收到了这份死亡诊断书。我意识到那不仅仅是一个梦，我转生到了前世读过的那本书里，而且还是一个无名的路人甲。”洛薇娜蜷缩在被子里哭泣，偏偏是个路人甲，而且还是个患有绝症的孤儿。但在这一连串的不幸中，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知道这种病的治疗方法。百合病只存在于我前世读过的那本小说《直到百合枯萎》中，那是一个典型的逆后宫故事。女主角患有绝症，像一朵孤傲的百合般美丽，在几位偏执的男主角之间痛苦挣扎。患有同样绝症的女主角，为了寻找解药踏上旅程，机缘巧合下遇到了男主角候选人之一的西摩，由此开启了他的苦难魔力。西摩是一个隐藏的反派，他因为女主角长得像他死去的妻子而产生了疯狂的执念。不过，他最终确实为心爱的女人带回了治愈百合病的药。可问题在于，这种药要到小说剧情正式开始时才会出现，也就是说，解药在这个世界上还要等7年才会问世。洛薇娜陷入了绝望，到那时候我早就没命了。洛薇娜停下脚步，这样不行，我不想要像前世那样毫无意义的死去。但我该怎么见到西摩？他不仅仅是一位贵族，更是公爵，是原著故事中隐藏的反派，而我只是一个偏远地区孤儿院的孤儿，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孤儿院的钟声响起，一名女孩推开房门：“洛薇娜，你准备好了吗？”洛薇娜转过身，准备什么？女孩笑了起来，你真是的，看来你是病糊涂了。今天是我们要去赞助人府邸做志愿者的日子。洛薇娜恍然大悟，啊，你在集会上提到过这件事。女孩催促道，快点准备好，今天我们要去见弗雷雅，所以你必须格外小心。弗雷雅，洛薇娜思索着，那个名字听起来很耳熟啊。弗雷雅，她是西摩的岳母，在原著中，唯一能管得住傲慢无礼的西摩的人，就是他的岳母弗雷雅。她实际上扮演了西摩母亲的角色。洛薇娜拍了拍脸颊，既然有这么好的切入点，我为什么非要直接去找西摩呢？弗雷雅，已故海沃斯侯爵的遗孀，也是海沃斯家族无可争议的掌权者。自从失去了唯一的女儿罗斯后，她那阴郁古怪的气场，让她成了孤儿院孩子们眼中恐怖的代名词。弗雷雅看着面前的孩子，冷冷地说道：“你刚才擦鼻子的样子，真是厚颜无耻。还有你的扣子扣错了，马甲也露了出来。你应该有时间整理好自己的仪表。”没错，他是一个极端的完美主义者。而他的女婿正是西摩。西摩作为萨默塞特公爵家的次子，从小就以赘婿的身份进入海沃斯家族，改名为西摩·海沃斯。
后来，萨默塞特公爵突然去世，西摩继承了爵位，同时成为了萨默塞特公爵和海沃斯家族的女婿。实际上，他成了2个家族的掌权者。虽然他们的婚姻最初是政治联姻，但西摩比任何人都深爱着罗斯。对西摩而言，弗雷雅不仅是他的岳母，更是他的母亲，也是唯一能与他分担丧妻之痛的人。而他正是汤森孤儿院的赞助人。洛威娜捧着脸颊，如果进展顺利，我甚至可能见到西摩。当然，仅仅见到弗雷雅并不保证能见到他。洛威娜整理好衣服，好了，出发吧。为了活下去。但仔细想想，我一直都很幸运，不是吗？我很擅长寻找四叶草，拥有前世的记忆也是一种幸运。几个小时后，弗雷雅出现在众人面前，或者说，我原本是这么想的。洛威娜站在宏伟的府邸内，感到一阵紧张，我该怎么办？弗雷雅正站在他面前，那股压迫感让人几乎无法呼吸，感觉我甚至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洛威内站起身说道：“好了，我们出发吧。为了保住我的性命，我原本是这么想的，但是……”马丁打了个喷嚏，茶水溅落在弗雷雅的礼服上。洛威娜端着茶杯僵在原地，我完蛋了！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弗雷雅面无表情，茶水顺着她的脸颊滴落，打湿了华丽的衣领。一旁的男孩吓得哭出了声，身体不停地颤抖。洛威娜看着眼前的惨状，现在该怎么办？偏偏是今天，海沃斯夫人举办特别活动的日子，这是一场贵妇云集的茶话会。洛威娜看着眼前的场景，我原本打算利用这个机会，至少能和他搭上话，但是弗雷雅端起茶杯，优雅地抿了一口。洛威娜陷入了绝望，马丁的一个喷嚏把一切都毁了，难道就要这样一事无成地结束吗？绝对不行！一名女仆冲上前，马丁，你到底在干什么？就那样呆坐着吗？还不快点为你的失礼向夫人道歉！马丁抽泣着说道。对不起！女仆严厉地呵斥道，别结结巴巴的，好好说话！马丁大声哭了起来，对不起！弗雷雅擦拭着衣领说道，够了，这孩子肯定吓坏了，看他哭成那样让我很不舒服。亨利，带着孩子下去让他冷静一下。亨利微微躬身回应道：“遵命，夫人。”周围的贵妇们低声议论着：“天哪，夫人真是太慷慨了。”孤儿院的负责人赶忙说道：“从现在起，我们不会再带患有花粉过敏的孩子过来了。”洛威娜看着这一幕，怎么回事？海沃斯夫人平时对礼仪非常严格，为什么她今天这么轻易就放过了他？难道说，如果我能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或许就能和海沃斯夫人单独相处了？一名贵妇笑着提议道：“我听说庄园里的春季花园特别漂亮，夫人，不如让孩子们陪着大家一起去散散步，如何？”另一名贵妇附和道：“哎呀，这主意真不错，人数刚好合适，2个人一组结伴同行吧。”洛威娜听到这里，结伴散步，那么……洛威娜走向弗雷雅说道：“海沃斯夫人。”洛威娜提起裙摆行李说道：“我的名字是洛威娜·惠特菲尔德，您愿意让我向您学习高雅的礼仪吗？”弗雷雅注视着洛威娜，原来就是这个孩子一直在偷看我，很久没见到不怕我的孩子了。弗雷雅握住手杖站起身说道：“我本没打算去散步，但既然你想和我一起走，我没有理由拒绝。”弗雷雅迈开脚步，跟上来吧，散步的小径在这边。洛威娜跟在弗雷雅身后。不，我不想去散步小径，我对散步一点兴趣也没有。周围的人都惊呆了。洛威娜，女仆慌忙向弗雷雅解释道：“洛威娜，你在胡说什么？夫人，非常抱歉，这孩子一定是误会了什么。”海沃斯夫人停下脚步，低头看向洛威娜。蕾妮拎起皮包，快步离开。戈登，我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家吧。戈登躬身回应道：“好的，请慢走。”蕾妮走下台阶，看到一辆轿车停在门前，蕾妮喊道：“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转过身，微笑着看向蕾妮，说道：“蕾妮。”亚历山大走上前抱住蕾妮，我正打算上去接你，你怎么知道要下来？蕾妮回应道：“我在楼上看到你了，不过为什么突然要一起吃晚饭？”亚历山大注视着蕾妮，如果我早点回家，可能会遇到那些我不想见的人。洛威娜低声说道：“啊，马吉和妮娜肯定已经回来了，如果我现在回家，就不得不面对他们。”蕾妮看着亚历山大，清醒一点，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蕾妮坐在车内，我不会再让他们随意摆布了，也不会在他们对祖母无礼时袖手旁观。蕾妮握着手提包，亚历山大握着方向盘笑道：“如果你再想那些没用的念头，还是趁早放弃吧，别想着去和任何人对峙。”蕾妮看向亚历山大说道：“我只是在想该如何保护自己，你知道吗？”亚历山大回应道：“人们常说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蕾妮沉默不语。亚历山大继续说道：“看吧，你果然还是打算去和他们对峙。”亚历山大突然凑近，蕾妮慌乱地说道：“我只是说，我不会再让他们随便欺负我了。”亚历山大稳住了蕾妮，蕾妮愣在原地，看着亚历山大退回原位。亚历山大扣好安全带，看向前方说道：“我会确保他们无法碰你分毫。”亚历山大注视着蕾妮说道：“所以不要产生任何可能让你陷入危险的想法，保护你是我的职责。”蕾妮看着他，是我疯了，还是他疯了？亚历山大伸出手，为什么我们只有在即将分别的时候才会变得如此温柔？蕾妮闭上眼睛，感受着他的触碰。车子停在了一座宅邸门前，蕾妮看着窗外，为什么偏偏是现在？火车站内响起了广播声，经由莱恩维尔的末班列车即将发车，请退到黄色安全线以外。一位女士在站台上奔跑着喊道：“先生，请等一下，请等一下！”列车已经启动，开始在轨道上加速行驶。女士在站台上奔跑，不，求你了！列车在轨道上发出沉重的轰鸣声。女士看着远去的车窗喊道：“别走，求你了！”她伸出手，试图触碰那渐行渐远的虚影。再多一会，
只要再多一会就好。我们只见过一面，甚至还没来得及正式向彼此介绍。女士站在车旁，看着那个男人上车的背影，然而那一刻的感觉却如同雷击一般。女士看着前方，我不能放走这个男人。虽然我知道这很疯狂，但如果我现在不追上去，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哪怕1秒也好。请停下来！一只手突然抓住了女士的手腕，女士惊呼道：“哎！”她停下脚步，转过头看向身后，女士被一股力量拉扯，整个人失去了平衡，手中的行李箱脱手飞出。啊！伴随着沉重的撞击声，女士重重地摔倒在地。耳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你没事吧？”女士抬起头看向对方，回应道：“啊，是的，谢谢您。”女士跌入一个男人的怀抱，她抬起头看着眼前的男人，低声说道：“米歇尔·安克斯先生。”米歇尔·安克斯低头看向女士：“你认识我？”女士看着他。列车在轨道上疾驰，穿过茂密的树林，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如果这不是命运，那还能是什么？第二天清晨，汤森孤儿院，马丁喊道：“洛威娜！”洛威娜停下手中的活，马丁将一颗橘子递到她面前，说道：“这个给你。”洛威娜看着橘子问道：“这不是橘子吗？为什么要给我？”马丁回应道：“谢谢你前几天的茶话会，多亏了你，大家都没有生气，一切都很顺利。”另一个女孩凑过来赞叹道：“没错，洛威娜，你那天表现得太棒了，你甚至亲了夫人的脸颊，院长都惊呆了。”洛威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啊，我觉得那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低下头，心想：“我只是为了自己的计划才那么做的，没想到会有这种反应，感觉有点愧疚。”这时，一个红发女孩走过来，大声呵斥道：“你们为什么要为一个亲吻大惊小怪？别再吵了，快点干活！”另一个女孩说道：“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在今天早上，老师还专门给洛威娜加了餐，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这种特殊待遇的。”红发女孩继续说道：“他们大概只是在讨好洛威娜，以防万一她真的能进入海沃斯家。像洛威娜这种人，根本不可能进得去海沃斯家。她是汤森孤儿院里最普通的孤儿了，老人家就是那样。如果那天是我亲了夫人，而不是洛威娜，夫人也一样会很高兴的。”洛威娜嚼着橘子，心想：看来从那天起，她就开始嫉妒我的名声变好了。这倒也合理，毕竟孤儿院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我身上。对于一个嫉妒心强的人来说，我肯定成了他的眼中钉。洛威娜咽下橘子，既然如此，下次你为什么不亲自试试呢？去亲吻夫人试试看呀！红发女孩气得满脸通红。你这……就在这时，院长推开门大喊道：“洛威娜！”院长急匆匆地走进来。原来你在这里，我一直在找你，快点，准备出发了。洛威娜问道：“去哪里？”院长回应道：“弗雷亚夫人派马车来接你了。”洛威娜愣在原地。弗雷亚夫人，她心想，难道说我的魅力对弗雷亚夫人奏效了？既然如此，是时候开启全面魅力攻势了。当天下午，海沃斯府邸会客室，洛威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红茶。上次见面之后，为了以防万一，我特意准备了魅力3连击，这真是个明智的决定。她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弗雷亚夫人让我等一下，可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从刚才开始，外面的人就一直忙碌的进进出出。洛威娜听到脚步声，啊，终于来了吗？亨利神色凝重地说道：“洛威娜小姐，很抱歉，您今天必须先回去了。”洛威娜愣住了。哎，亨利继续说道：“您今天还没能见到海沃斯夫人。”洛威娜站起身，离开之前不能见她一面吗？我有话想对她说。她心底暗暗焦急，还没展示我终极的魅力3连击，怎么能就这样离开？这时，一名女仆急匆匆地喊道：“亨利出大事了！弗雷亚夫人的情况从刚才起就突然恶化了。”亨利脸色大变，明白了，边走边说。他转头看向女仆问道：“那位外出的主治医生有消息了吗？”女仆紧跟着亨利的步伐回答道：“刚刚收到消息说他们已经出发了。”洛威娜站在走廊边，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什么？难道夫人出了什么严重的事吗？洛威娜看着亨利和女仆远去的背影，如果错过这次机会，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不行，我必须跟过去。洛威娜悄悄跟在后面，听见里面传来女仆焦急的声音：“夫人刚才醒了一会儿，但很快又睡着了。她说恶心的感觉一直没有消失，她流了好多汗，以前从未像这样晕倒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夫人出了什么事，海沃斯家族该怎么办？”亨利呵斥道：“别胡说八道，先去弄点温水来帮夫人擦汗。”女仆回应道：“我去拿干净的毛巾。”洛威娜走到紧闭的大门前，心想这就是弗雷亚夫人的房间，趁着还没人回来，我得偷偷溜进去。洛威娜推开沉重的房门，看着躺在床上的弗雷亚。在原著故事中，弗雷亚夫人此时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她只出现在西摩的台词里。每当遇到困难，西摩总会感叹：如果弗雷亚夫人还活着就好了。洛威娜看着病榻上的弗雷亚，原著故事是在7年后才正式开始的。我本以为现在还没到出事的时候，难道这次生病就是导致弗雷亚夫人死亡的诱因吗？洛威娜仔细观察着弗雷亚的状态，嗜睡、冷汗，身上并没有明显的外部伤痕。洛威娜突然想到了什么，等等，这些症状是……房门突然被推开，亨利快步走进房间。洛威娜小姐，您是怎么进来的？弗雷亚夫人现在需要休息，请您立刻离开。洛威娜转过身，亨利先生，请立刻准备糖水，现在就要，快去准备。不久后，一碗糖水被送到了床前。弗雷亚缓缓睁开眼睛，意识逐渐恢复。这是我的房间吗？洛威娜正坐在床边吃着蛋糕。啊，您醒了吗？弗雷亚看着眼前的女孩，是你。洛威娜笑着解释道：“您是因为低血糖晕倒了，所以我为您准备了糖水。”弗雷亚坐起身，低血糖，
比起那个洛威娜，你一直在这里等我醒过来吗？洛威娜有些局促地回应道：“是的，虽然亨利先生让我离开，但我太担心了，就自作主张留了下来。对不起，但是我看夫人的症状和孤儿院医生爷爷教过我的低血糖很像，所以我没法坐视不管。如果这是爷爷教过的紧急处理方法，也许能帮到夫人。很抱歉，没有经过允许就留在这里。”弗雷雅静静地听着，心中暗想：原来是这样，这个孩子。洛威娜还在小声嘀咕着：“爷爷说，只要稳定管理，这种状况并不严重。所以夫人。”弗雷雅看着洛威娜，心底泛起一阵暖意。她今天又帮了我一次。弗雷雅注意到被子上散落着许多不折的小花。这是洛威娜在一旁解释道：“亨利先生拿来了很多碎布头，我在等您醒过来的时候，就把它们折成了花，很漂亮吧？”弗雷雅拿起一朵淡青色的布花，玫瑰。她看着手中的花，陷入了回忆。以前罗斯还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坐在一起折着种花，我从没想过还能再次见到他们。弗雷雅露出温柔的微笑。洛威娜，多亏了你，危机已经过去了，谢谢你。洛威娜开心地回应道：“没关系。”弗雷雅心中暗暗评价：真是一个心地善良、品行端正的孩子，而且非常聪明。他抚摸着手中的布玫瑰。洛威娜，我想报答你的这份善意。目前，西摩是海沃斯家族的正式继承人，负责处理家族的对外事务，但我掌管着家族内部的所有事务。弗雷雅神情坚定地说道：“所以，海沃斯家族所有的财产其实都属于我。”洛威娜正吃着蛋糕，听到这话，惊讶地停下了动作。弗雷雅靠在床头：“既然你为了救我付出了这么多努力，我是不是应该给你相应的回报？”洛威娜愣愣地听着，弗雷雅继续说道：“我仔细考虑过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要不要加入海沃斯家族？”洛威娜嘴里还含着蛋糕，整个人僵在原地。她心底掀起了惊涛骇浪。加入家族？弗雷雅继续说道：“你不会给海沃斯这个名字丢脸的，所以你愿意接受我的提议吗？”弗雷雅接着说道：“如果你入籍了，每天都能吃到美味的食物，还能穿上很多漂亮的衣服。”洛威娜心想，那是不是意味着每天都能吃到这么好吃的蛋糕，而且再也不用和其他孩子共用衣服了？天啊！洛威娜沉默片刻，回想起第一次见到弗雷雅的时候，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提议。但是，洛威娜放下餐具：“我真的很感激您的提议，但是我想那可能有点困难，这不是我想要的。”弗雷雅疑惑地问道：“困难？你这是什么意思？”洛威娜坐在椅子上大声说道：“我想成为萨默塞特公爵的资助子嗣。”洛威娜在心中补充道：“我的真正目标不是海沃斯弗雷雅，而是西摩公爵。”弗雷雅靠在床头重复道：“西摩的资助子嗣，比起那个入籍海沃斯家族，对你更有利。”洛威娜看向弗雷雅说道：“其实我是从女仆们那里听说的，他们说西摩公爵在失去家人后过得很艰难，而且弗雷雅您也非常担心他。”弗雷雅听着洛威娜的话，神色微动。洛威娜继续说道：“再加上公爵现在还兼任着海沃斯家族的首领，周围的人都想夺走他的公爵爵位，在最坏的情况下，他甚至无法将爵位传给他的侄子，对吧？”洛威娜捂着胸口说道：“一想到公爵会因此感到愧疚，以及弗雷雅看着他时那份心痛，我这里就很难受。这也许是我自作主张，但我一直在努力思考该怎么做才能立刻减轻您的忧虑。”洛威娜转过头，认真的说道：“既然那位必须继承爵位的侄子和公爵姓氏不同，我想，如果我成为资助子嗣，并与那位侄子结婚，就能为他继承爵位创造正当性了。”洛威娜继续说道：“说实话，我并不太清楚那位侄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但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无论如何，如果我能和他结婚，我也能成为您的家人了，夫人。”洛威娜露出笑容说道：“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来，您为了公爵而忧虑失眠的日子不就消失了吗？只要能减轻你们两位的烦恼，我就心满意足了。”弗雷雅沉默地听着，握住了洛威娜的手说道：“原来是这样，你比我想象中要体贴得多，我明白你的心意了。关于你的出身，肯定会有各种流言蜚语，但我相信我能处理好。不过，如果你想以嫁给我侄子为前提，成为西摩公爵的资助子嗣，有一件事你必须去做。”洛威娜看向前方说道：“公爵。”洛威娜看向西摩说道：“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一家人。”西摩看着洛威娜，神色微动。西摩转过身看向弗雷雅说道：“我真的不明白您在说什么，我不知道您是怎么被他讨好的，但如果您是想让他觊觎继承人的位置，绝对不行。”洛威娜急忙反驳道：“完全不是那样的，公爵。”洛威娜拿出一份文件说道：“我和弗雷雅签了协议，条件就是我绝不觊觎继承人的位置。”西摩看着协议愣住了。协议？这是怎么回事？弗雷雅坐在一旁说道：“先抚养他，然后我们再谈。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太死板了。”西摩难以置信地问道：“母亲，您让我怎么抚养一个孩子？”弗雷雅回应道：“又不是让你照顾婴儿，能有多麻烦？我也没让你现在就亲自去陪他。我知道这个年纪的孩子，只要有一个家庭教师就能长得很好。”西摩看向洛威娜：“您是认真的吗？这简直太荒谬了。”洛威娜低下头说道：“真的很抱歉，公爵，事实是我太固执了，一直坚持要成为西摩家族的资助子嗣。尽管如此，弗雷雅还是仁慈地接纳了我。原本弗雷雅是想让我成为他的家人，建议我入籍海沃斯家族，但作为一个从未感受过爱的孤儿，我其实很清楚，弗雷雅总是先考虑到您，并且比任何人都更深切地牵挂着您，关注着您。”西摩沉默地听着，洛威娜继续说道：“所以我才想稍微减轻一点弗雷雅的忧虑，不只是名义上的家人，而是真正心意相通的家人。我想成为你们两位真正的家人。
我不会怀有任何非分之想，只是想做一个偶尔能观察您的脸色，为您担心的人，那样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即便如此，也是不可能的吗？西摩注视着洛薇娜，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竟然如此清晰地洞察了我们的处境。他一定知道，入籍岳母的家族才是更轻松的道路。可他甚至写下了协议，坚持要成为资助子嗣，仅仅是因为他想成为真正的家人，想减轻我们的负担。西摩接过那份协议，指尖划过纸面上的火漆印记，他沉默地注视着手中的文件。过了许久，西摩开口说道：“我会仔细阅读这份协议的。”洛薇娜有些惊讶地看向他，公爵。洛薇娜立刻露出灿烂的笑容。好的，您想看多久都可以。西摩看着洛薇娜，心中暗自思忖，她表现得过于沉稳了，远远超出了她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那种感觉简直就像是那个孩子。那天深夜，西摩府邸，洛薇娜躺在柔软的床上，事情进展得比预想的还要顺利。真没想到，在公爵审查文件的这段时间，他竟然会让我直接住在公爵府里。洛薇娜在被窝里翻了个身，这都要多亏了弗雷雅坚定地站在我这一边。现在我只需要慢慢接近西摩公爵，然后拿到药就行了。洛薇娜兴奋地在床上挥动拳头，我救了自己，真是太激动了，这种感觉简直太棒了。洛薇娜猛地坐起身，对了，差点忘了，现在正是那个时候。洛薇娜穿上拖鞋下床，走向门口，女仆伊里守在门外问道：“小姐，您是觉得嗓子干吗？还是因为换了新床睡不着？”洛薇娜看向伊里说道：“啊，伊里，你还没走啊？你知不知道公爵的房间在哪里？”伊里有些惊讶地回应道：“什么？我是知道，但是这么晚了，您找公爵大人有什么事吗？”洛薇娜走在走廊上说道：“我和公爵约好了。”深夜的公爵府邸静谧无声，圆月高悬在主楼顶端。西摩坐在书房内，手中翻阅着文件。阿克塞尔站在一旁提醒道：“公爵大人，今天是洛薇娜小姐入府的第一天，您不去确认一下她的安睡情况吗？”西摩摘下眼镜，她直接睡下就好了，我为什么非得去看她？阿克塞尔微笑着调侃道：“明明嘴上这么说，您却把府里采光最好的房间给了她。公爵大人，您其实相当在意那位小姐吧？说不定您比预想中更喜欢她。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您甚至可能真的把她当成养女。”西摩叹了口气，推开椅子朝门口走去。阿克塞尔有些意外地问道：“公爵大人，这么晚了您要去哪？”西摩披上外套，岳母大人叮嘱过我，孩子入府的第一天我必须留在府里，所以我只是为了履行义务才在书房办公。现在已经过了午夜，我可以去别处工作了。阿克塞尔愣在原地喊道：“什么？这根本说不通啊！”公爵大人，西摩没有理会，推门离去。洛薇娜推开房门，哎呀，您先开门了。西摩停下脚步，这个声音是洛薇娜穿着睡衣跑了过来。公爵大人，我是来给您晚安吻的。西摩愣在原地，晚安吻？洛薇娜笑着回应道：“是的，当然了，在您资助我的时候，我就答应过，每一次我都会这么做的。”西摩按住额头，算了，我不需要，我还有工作要处理。所以洛薇娜打断道：“什么？这么晚了，您还要工作吗？不行的，大人晚上必须睡觉，不然会搞坏身体的。”洛薇娜拉住西摩的手：“别这样，我们一起去吧，我还会给您读故事书的。”西摩被拉着向前走去。“等一下，我……”洛薇娜拽着他快步跑向卧室，这边，快点！西摩看着洛薇娜的背影，真没办法，在去工作之前，就先陪她闹一会儿吧。卧室里亮着昏暗的台灯，洛薇娜捧着厚厚的故事书，认真地读道：“最后，王子在森林深处找到了沉睡的巨龙。王子心想，如果巨龙醒来，村庄会再次陷入危险。但是近距离观察巨龙后，他看起来比想象中要温顺。”西摩在心中想到，这简直要让我疯了。洛薇娜翻过一页读道：“王子没有拔剑，而是脱下了斗篷。”西摩睁开眼看向洛薇娜，他在孤儿院学会了朗读，但他的声音实在太清脆了。洛薇娜继续读道：“接着，他用斗篷盖住了巨龙。就在这时，一只小精灵从树后现身了。王子，那条巨龙被诅咒永远沉睡，唤醒他的唯一方法就是得到一颗温暖之心的触碰。王子，你唤醒了那条可怜的巨龙。”西摩躺在床上听着故事，在心中想到：难道那条龙不会怨恨王子吗？永远睡下去不是更好吗？自从那场事故之后，我经常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或许是因为正在读书给我的那个声音听起来如此明亮。今天那些阴暗的想法竟然没有浮现出来。西摩闭上眼睛，说实话，这真是多此一举。第二天清晨，一名女仆走在公爵府的长廊上，她在心中叹了口气：“公爵大人，昨晚肯定又喝了很多酒，对吧？自从夫人去世后，他一直依赖酒精才能入睡，希望今天的酒瓶能少一点。”女仆推开卧室的大门，脚尖却踢到了一个硬物。一本故事书。她看向房间深处，天哪，这怎么可能？西摩躺在床上，洛薇娜靠在他的怀里熟睡。女仆看着这一幕，公爵大人和洛薇娜小姐竟然……阳光洒进窗户，窗外的鸟儿在枝头鸣叫，天气晴朗。西摩坐在床边，难道我竟然一直睡到了这个时间？他感到身体前所未有的清爽，没有宿醉，也没有头痛，这是久违的深度睡眠。雨果擦着眼泪，感慨道：“真不敢相信，公爵大人竟然滴酒未沾就睡着了。世界末日要来了吗？不，这全都要归功于洛薇娜小姐，我真是太感动了。”西摩叹了口气，简直荒谬，为什么没有人叫醒我？那个小鬼去哪了？雨果回应道：“如果您是指洛薇娜小姐，她正在用餐，如果您想一起去的话。”西摩猛地推开门走出去：“我不吃。”餐厅内，洛薇娜看着桌上丰盛的早餐，惊叹道：“哇，是早餐！
在孤儿院的时候，我从来没吃过这样的食物。他拿起刀叉大口吃着，含糊不清的说道：“太好吃了。”厨师微笑着回应道：“您能喜欢真是太好了，小姐，请尽情享用。”洛薇娜开心的回答道：“好的。”她一边吃一边在心中想到，昨天竟然不知不觉就在公爵大人身边睡着了，真庆幸他没有生气，要是能一起吃早餐就好了。可惜他已经去工作了，不过这样应该也能增加一些好感度吧。等着瞧吧，我的治疗对象。雨果拿着一封信走过来，小姐，海沃斯伯爵遗孀寄来了一封信，既然您已经吃完了，要看看吗？洛薇娜有些惊喜的接过信，是伯爵遗孀寄来的吗？谢谢你，雨果。他拆开信封，致亲爱的洛薇娜，在萨默塞特府邸的第一天过得怎么样？如果那个脾气古怪的家伙欺负了你，一定要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洛薇娜在心中自言自语道：“他没有欺负我，我们昨晚甚至还一起睡得很香呢。”洛薇娜继续读着信的内容：“我过几天会去府邸拜访，请在那之前好好吃饭，安稳入睡，这样我才能看到你健康的脸庞。”洛薇娜开心的笑着，真期待啊！他很快就要来了，我一定要让他知道，我成功让公爵大人睡了个好觉，然后得到他的夸奖。他翻到信的背面，看到最后还有一段话：“期待尽快见到你。另外，你想见的那孩子也会一起过来。”洛薇娜愣住了，我想见的孩子？难道是？不会吧！洛薇娜在心中惊呼道。西摩的侄子，也是萨默塞特府邸的继承人，丹特·格雷厄姆。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丹特神情冷淡，金黄色的眼睛里透着一丝阴郁。几天后，今天是我一直期待的日子，海沃斯夫人到访的日子。弗雷亚看着眼前的女孩说道：“洛薇娜。”洛薇娜跑向她喊道：“海沃斯夫人！”洛薇娜心想，真的很奇怪，我当初选择她只是为了生存，为什么现在见到她会觉得如此感动和开心？是因为在努力治愈的过程中，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吗？弗雷亚问道：“这段时间过得好吗？”洛薇娜回应道：“是的，这里的食物非常好吃，床铺也很柔软，而且每天都能穿漂亮的衣服，每天早上醒来都很开心。”洛薇娜心想，我真是太啰嗦了，大概是因为见到他真的太高兴了。洛薇娜继续说道：“啊，还有，我成功让西摩公爵早点休息了，我就在他身边读童话书。”弗雷亚露出惊讶的神情：“你让那个孩子睡着了？这太不可思议了。”洛薇娜，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入睡。弗雷亚抚摸着洛薇娜的头，弗雷亚接着说道：“对了，今天就像我在信里写的那样，我把那个孩子也带来了。”洛薇娜看向前方，啊，我就知道。弗雷亚看向身后说道：“过来吧，孩子。”洛薇娜心想，所以我终于要在今天见到他了，那个可能成为我未来丈夫的男孩。丹特走上前来，洛薇娜看着他。丹特·格雷厄姆在摆放着茶点和蛋糕的桌旁，洛薇娜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洛薇娜和丹特相对而坐，陷入了漫长的沉默。洛薇娜心想，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两个单独相处？弗雷亚笑着说道：“我去看看西摩，是不是又疏于打理家务了？你们两个留在这里，互相了解一下吧。”洛薇娜在心中呐喊道：“夫人，请快点回来！”洛薇娜端起茶杯，掩饰尴尬：“不行，清醒一点，洛薇娜，这可是你最初的目标。如果不能和丹特结婚，我就得回孤儿院了，然后我会因为疾病日渐虚弱，直到……”洛薇娜猛地摇头，绝对不能让那种事发生。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和他亲近起来。洛薇娜偷偷看向对面的丹特，不过看着他那副阴沉的表情，我已经开始焦虑了。洛薇娜突然想到了什么，对了，蛋糕。洛薇娜心想，大家都喜欢蛋糕。洛薇娜看向丹特说道：“那个丹特，要来点蛋糕吗？这里的主厨做的甜点真的很棒，我相信一定会合你的口味。”丹特沉默地看着洛薇娜。丹特开口说道：“你别产生什么错觉，以为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因为到头来我才是家族的继承人。”洛薇娜愣住了，哎，这和我想象的反应完全不一样。洛薇娜慌张地说道：“什么？等等，我不是那个意思。”丹特猛地起身，茶杯里的茶水溅了出来。算了，我不想听，反正这都是大人们强加给我们的安排。丹特转身离开。洛薇娜看着他的背影，难道他觉得我是来抢夺继承人位置的吗？不行，我必须追上去解释清楚，这完全是个误会。洛薇娜追了出去，喊道：“等等，停下！”洛薇娜停下脚步，环顾四周。什么？就这么一瞬间，他就不见了？难道他已经跑出宅邸了吗？洛薇娜感到很为难，该怎么办？我还不太熟悉这里的布局，如果能从高处往下看，就能一眼看清所有地方了。洛薇娜看向窗外的一棵大树，啊，对了，那棵树，那是宅邸里最大的树，爬上去的话，也许能找到丹特。我趁没人看见的时候偷偷爬上去，然后再马上下来。我可不是白当孤儿院爬树冠军的。洛薇娜跑向大树，熟练地爬了上去。洛薇娜爬上高处，俯瞰着整座庄园，好高啊！公爵领地的规模果然和孤儿院完全不在一个等级。洛薇娜突然回过神来，啊，现在不是感叹的时候。如果找不到丹特，我在他心里的第一印象就彻底毁了。洛薇娜在树枝间四处张望，让我看看丹特在哪呢？洛薇娜看向下方，啊，找到了！丹特正独自坐在远处的台阶上，我就知道他跑不远，我得赶紧下去告诉他，我对继承人的位置一点兴趣都没有。洛薇娜正准备下树，突然听到了交谈声，有声音。洛薇娜躲在叶丛后观察，一个男人说道：“这次的主题是田园风格。”那是西摩正和一名随从走在花园的小径上。洛薇娜惊呼道：“西摩公爵！”丹特独自坐在台阶上，似乎还没发现有人靠近。西摩正带着随从走在长廊上，脚步声在寂静的庄园里
回荡。洛薇娜在树上观察着。等等，西摩公爵前进的方向不正是丹特那里吗？在孤儿院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经允许到处乱跑，是会被责骂的。洛薇娜看着西摩离丹特越来越近，如果就这样不管，他们迟早会撞个正着。丹特在应该陪着海沃斯夫人的时候偷偷溜出来，一定会被抓个正着吧？既然如此，洛薇娜在树枝上大声喊道：“西摩公爵！”西摩停下脚步，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洛薇娜心想：我必须吸引他的注意力。丹特听到喊声，抬起头看向高处，那是谁？洛薇娜在树枝间挥手喊道：“西摩公爵，您今天回来的真早，要我帮您准备茶水吗？或者您想在花园里散散步？”西摩停下脚步，看向高处。洛薇娜，你到底为什么会在那种地方？洛薇娜笑着回应道：“我正和丹特玩捉迷藏呢。”太好了，成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好险！西摩身旁的随从发出了惊叹声。完美！洛薇娜疑惑地看着他，随从激动地拍着手说道：“既不过于高贵，也不显得土气，真是一位可爱的少女。这个女孩就是我的模特。”洛薇娜愣在树上，模特，我吗？几个小时前，公爵府邸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静谧。亚历克斯站在一旁汇报道：“海沃斯遗孀夫人似乎去拜访了公爵府。”西摩放下笔，如果他是想见我，应该会直接来办公室。显然他是去看那个孩子了。亚历克斯笑着回应道：“没错，而且听说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仆人们也都对那位小姐赞不绝口，大家都说她非常亲切，很快就能和人打成一片。”西摩扶了扶眼镜，陷入了沉思。他确实过于亲切了。就在几天前，洛薇娜抱着一本厚厚的书跑了过来。“公爵，我今天带了一本新书过来。”西摩看着洛薇娜手中的书问道：“书？”洛薇娜抱着书说道：“是的，我想今天读这本给你听。我换了一个类型，这样你就不会觉得无聊了。”西摩看着洛薇娜，又来了。从那天起，只要西摩一结束工作，洛薇娜就会准时出现在他的房间里。起初只是让他待在身边读童话故事，直到西摩睡着过几次之后，洛薇娜开始每天理所当然的过来。西摩正坐在办公室里处理公务，亚历克斯推开门走了进来。“公爵大人，接您回家的马车已经到了。”西摩回应道：“我记得我说过，今天不回府邸。”亚历克斯有些为难地说道：“是的，我知道，但是洛薇娜小姐，她亲自派来了马车，坚持要求您必须准时下班。”西摩愣住了，他不仅毫无预兆地阻止西摩加班，最终西摩发现自己每天都会在精确的时间准时下班。即便回到了领地，西摩的夜晚依然在洛薇娜朗读的童话声中度过，直到他沉沉睡去。不仅如此，洛薇娜现在还固执地要求和他一起吃早餐。西摩准备出门办公，亚历克斯紧随其后。洛薇娜从走廊另一头跑了过来：“公爵，您要去工作了吗？”洛薇娜笑着说道：“您一定要早点回来。”西摩看着洛薇娜灿烂的笑容，随后回应道：“我知道了。”他心中暗自思忖，当初只是因为无法忽视岳母大人的叮嘱才接纳了他，但自从那个孩子来到这里之后，一切似乎都变得不一样了。西摩坐在办公桌前，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实好转了许多。亚历克斯语气轻快地说道：“最近府里的仆人们脸上都挂满了笑容，大家似乎都非常欢迎那位小姐。”西摩听着亚历克斯的汇报，没有说话。亚历克斯越说越激动：“您看，您的气色变得更好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这么多。”亚历克斯双手合十放在胸前：“作为您的副官，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如此宽慰。”西摩冷冷地打断道：“闭嘴，出去！”亚历克斯有些委屈地嘟囔着离开：“我只是在表达我的真心话而已。”房间内恢复了安静。没过多久，门外传来了敲门声。西摩回应道：“进来。”德里克推开门走了进来：“打扰了，公爵大人，在准备品牌相关事宜时出了一些问题。”德里克站在办公桌前汇报道：“公爵大人，出问题了。”西摩停下手中的动作：“什么问题？”德里克抱着记录板，负责童装系列的模特经纪公司刚刚联系了我们，说是那个孩子的脸上留下了伤疤，他们要暂停所有的拍摄活动。西摩听后按了按太阳穴，那就必须立刻找一个新的模特。德里克面露难色的回应道：“是的，但恐怕没那么容易。您知道的，拍摄就定在明天，而且当初为了签下这个模特，我们费了很大的劲。西摩商会的主营业务一直是基于贸易的物流配送，之所以决定创立服装品牌，是为了处理这批进口货物中天然染色的棉织品。恰巧此时，上流社会正流行着一种简约田园风的热潮，贵族妇女们开始追求天然质感，而非那些闪耀的丝绸或昂贵的珠宝。西摩商会计划利用这一趋势，通过品牌化天然染色的棉织品来获取利润。为了这项品牌计划，他们聘请了商业艺术家奥伯特。奥伯特是目前贵族中最受欢迎的画家，他是推广高端时尚品牌不可或缺的人才。然而问题在于，奥伯特正愤怒地撕毁手中的画稿。不对，完全不对！他猛地推开画架，对着眼前的模特喊道：“我要的不是这种感觉。”奥伯特以脾气古怪著称，如果他不喜欢模特，就会拒绝工作。他神情扭曲地怒吼着：“我想要的是要健康而纯洁，要优雅而谦逊，不是那种昂贵的花束，而是一个像野花一样的孩子。”西摩坐在办公桌前，听着亚历克斯和德里克的汇报，到底去哪里找那样的孩子？亚历克斯试探着开口道：“那个府邸里现在正好有一个符合条件的孩子。”第二天，在府邸的花园里，奥伯特跪在草地上，看着眼前的洛薇娜。没错，不是那种刻板的贵族气息，而是纯洁，一个一尘不染的孩子。这个孩子简直就是森林里的仙女。洛薇娜站在花丛中，森林里的仙女。她指着自己问道：“我吗？”奥伯特神情陶醉地喊道：“是的，
就是这完美的身形。奥伯特在花园里手舞足蹈，一切都太完美了，无论是温度、湿度，还是这里的氛围。他张开双臂，我奥伯特发誓，只要这个孩子愿意当我的模特，我能画出任何神作。西摩站在一旁，感到一阵无语。洛薇娜有些疑惑地看向西摩，问道：“公爵，这位奥伯特先生，不就是最近名声大噪的那位画家吗？”西摩按住奥伯特的头，强行让他安静下来。我认为你可能非常适合我正在筹备的一项工作，所以我特意过来寻求你的帮助。他停顿了一下，如果你觉得这太勉强了，完全可以拒绝，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不想做的事。但如果你愿意帮我这个忙，作为回报，我会答应你任何要求。洛薇娜愣住了，呆呆地看着西摩。西摩看着沉默的洛薇娜，毕竟这件事太突然了，他肯定不会轻易答应。他开始在心里盘算，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说服一个孩子呢？洛薇娜猛地吸了一口气，等等，仔细一想，我在小说里见过这段情节，那是书中曾简短提到过的，关于西摩商会一次失败的生意。一切的开端正是因为无法找到合适的童装模特，导致整个计划陷入僵局，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西摩商会从此开始走向没落。西摩不仅损失了一笔巨额投资，整个公司也随之动摇。而西摩本人的性格也因为这次沉重的打击变得更加冷酷严苛。反过来想，如果我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意味着我也能更快地获得治疗。洛薇娜抬起头，没问题，我愿意做。西摩看着突然变得积极的洛薇娜，愣在了原地。西摩有些惊讶地问道：“真的吗？你这么快就决定了？”洛薇娜笑着回应道：“是的，如果能帮上公爵的忙，我会非常开心的。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事，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做。”西摩看着洛薇娜，谢谢你。不过，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的，尽管告诉我。只有履行了诺言，我才会觉得安心。洛薇娜陷入了沉思，发出了苦恼的声音。那么，此时在不远处的柱子后面，丹特正悄悄地观察着他们。叔叔和那个孩子，他们在这种地方聊什么呢？就在这时，丹特听到了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丹特，丹特吓了一跳，是在叫我的名字吗？洛薇娜从花丛中探出头来。丹特，你要不要也一起来当模特？丹特愣在原地，满脸惊愕。他在说什么啊？马车轮毂在石子路上颠簸，发出沉闷的声响。丹特坐在车厢内，距离他上一次造访萨默塞特公爵府已经过去了1年，这是他第一次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独自前来。然而，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丹特走下马车，身后的随从低声说道：“公爵夫人正在府邸内四处查看。”丹特看向前方，虽然环境依旧，但他总觉得这次的感觉与以往完全不同。而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那个孩子洛薇娜。洛薇娜笑着看向丹特说道：“下次见，丹特。”丹特回想起洛薇娜曾天真的问道：“丹特不能也当模特吗？”丹特独自坐在长椅上，他真的觉得我会答应那种请求吗？丹特看着前方，洛薇娜不仅赢得了那位出了名挑剔的祖母的欢心，甚至连叔叔都说打算正式将那个孩子登记入籍。这一切简直就像是洛薇娜原本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久一样。府邸里的仆人们也都对洛薇娜非常友善。如果照这样下去，她真的会取代我的位置吗？丹特攥紧了拳头，正如保姆曾经说过的，我可能会再次被抛弃。1年前，保姆走向大门，丹特追在后面喊道：“保姆，不要走！”丹特跑向门口哀求道：“请不要走，为什么要辞职？你不能留下来吗？如果你也离开的话，那我……”保姆看向丹特问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离开这个庄园吗？甚至在你的父母去世之后？”丹特愣在原地，难道不是因为担心我吗？保姆冷笑着说道：“不，并不是为了那种无聊的原因，是为了从你的叔叔，也就是那位新任萨默塞特公爵身上再多榨出一点钱来。”丹特停下脚步，保姆继续说道：“我想是时候让你知道真相了，小少爷，永远不要忘记，你随时都可能被抛弃。”大门沉重地关上，发出巨大的声响。丹特独自站在空旷的大厅里，保姆的声音依然在耳边回荡。没有人会关心一个既没有钱也没有监护人的孩子。回到现实，丹特低头看向地面。现在父母已经不在了，如果连叔叔也对我失去兴趣，他蜷缩着身体，我可能真的会变得孤身一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完美地完成叔叔交给我的任务。丹特站在书房中央，必须向叔叔证明我的价值。西摩看向丹特说道：“我需要你的帮助，丹特，你能和洛薇娜一起成为白玫瑰的代言人吗？”丹特愣在原地。西摩继续说道：“当然，我知道这可能会让你感到负担，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完全可以拒绝。”丹特大声回应道：“我愿意做，请让我来做吧。这是一个证明我是这个家庭所需之人的机会，我要向叔叔证明，我也完全有资格继承这个位置。”丹特看着叔叔，这是一个机会。西摩补充道：“而且趁这个机会，我觉得你和洛薇那见个面，互相打个招呼也挺好。”西摩看着丹特：“谢谢你，丹特，我就拜托你了。”丹特大声回应道：“是的。”那时候的我因为太过兴奋，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给出了回答。但我真的能像洛薇娜那样赢得所有人的喜爱吗？丹特坐在马车里，看着窗外。不，现在还没必要担心这么多。丹特看着前方，我可以做到的，我必须把这件事做好。侍者高声宣布道：“小少爷到了。”画室里，奥伯特正忙碌地挥动着画笔，说道：“很好，下一个动作。”没错，就这样抱着花。洛薇娜抱着一束鲜花站在画布前。咦，丹特来了！奥伯特赞叹地喊道：“你的笑容简直太棒了！”洛薇娜高举双手欢呼道：“欢迎！”丹特在侍者的引领下走进画室。无论如何，我都要做得比那个孩子更好，只有这样，我才能得到叔叔的认可。洛薇娜抱着花束跑向丹特说道：“丹特，快点过来加入！”
丹特没有理会洛威娜，径直从他身边走过。侍者指着一旁说道：“小少爷，您可以去那边换衣服。”洛威娜愣在原地，我被无视了，他还是讨厌我吗？洛威娜低下头，没关系的，这仍然是一个让我们变亲近的机会，对吧？还有很多时间。过了一会儿，洛威娜看着换好衣服走出来的丹特说道：“哦，你已经换好衣服了。”奥伯特看着站在一起的2个孩子说道：“那么现在请2位试着一起摆个姿势吧。”太棒了，请再靠近一点，表现得亲近些。奥伯特赞叹道：“啊，真是太可爱了。”奥伯特继续喊道，脸颊贴在一起：“没错，就是这样，这就是我想要的，简直完美。”奥伯特飞快地在画布上勾勒线条，灵感不断涌现，草图画得非常顺畅。过了一会儿，奥伯特停下笔说道：“好了，大家先休息一下吧。”洛威娜看向身旁问道：“丹特，你觉得怎么样？累不累？”洛威娜转过头，却发现身边空无一人，他已经走了。一旁的侍者解释道：“丹特小少爷已经先去休息室了。”洛威娜回应道：“谢谢你。”奥伯特向洛威娜招手说道：“洛威娜小姐，快来看看这个，这一处画得特别可爱。”洛威娜跑过去问道：“真的吗？”洛威娜看着画稿说道：“丹特也被画得很棒呢，我可以把这个拿给丹特看吗？”奥伯特笑着回应道：“当然可以。”洛威娜抱着画框走在走廊上，我要用这个作为话题，试着和他变得更亲近。刚才我想和他说话，但他一直在躲避我的视线，根本没法好好交流。如果一边看着画一边聊天，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会变好一点吧。洛威娜正低头思索着，肩膀突然撞到了迎面走来的人。洛威娜惊呼道：“对不起！”哎呦！被撞到的唐娜尖叫一声：“嘿，你有什么毛病？你刚才是在撞我吗？你长得这么矮，走路的时候到底在看哪里？”洛威娜道歉道：“对不起，我刚才分心了，没看到。”唐娜愤怒地喊道：“无所谓，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你应该看清楚路再走。”洛威娜抱着画框站在原地，真是倒霉。这种类型的人在孤儿院里也见过不少，就是那种试图通过大声嚷嚷来赢过别人的人。唐娜继续叫嚷道：“给我好好道歉！”嘿，你没听到吗？为什么不回答？洛威娜看着对方，对付这种小孩子简直是小菜一碟。洛威娜指着唐娜说道：“嘿，你看起来就像一只狗爪子。”唐娜愣住了：“你刚才说什么？你……”唐娜气得满脸通红，语无伦次地喊道：“什么？你竟敢说我像什么？”洛威娜看着对方气急败坏的样子，当有人无缘无故发火时，笑着把话顶回去就是最好的办法。洛威娜欢快地唱道：“狗爪子！”洛威娜笑着说道：“我说你长得像狗爪子。”唐娜气得浑身发抖：“你这个小鬼！”他扬起手冲向洛威娜。洛威娜看着落下的手掌，糟糕，要被打到了。洛威娜闭上眼睛，一只手突然伸出，死死抓住了唐娜的手腕。洛威娜睁开眼睛，刚才那是丹特挡在洛威娜身前。你觉得自己在做什么？洛威娜看着眼前的背影，丹特挡在洛威娜身前。你觉得你现在在做什么？洛威娜看着丹特的背影，低声呢喃：“丹特。”丹特盯着对方质问道：“你刚才真的打算对他动手吗？”唐娜不屑地笑了一声：“你以为你是谁？就算我动手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是他先找我麻烦的。”他双手交叉在胸前：“这不关你的事，闭嘴，管好你自己吧。”洛威娜看着这一幕，哇，他的脾气真的很差。丹特回应道：“不管是谁先开始的，这个孩子现在是这里的模特。如果拍摄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你准备好承担全部责任了吗？”他侧过头看向身后的洛威娜，而且我现在和他一起担任模特，我会担心也是理所当然的。洛威娜躲在丹特身后，扶着画框，心想：丹特在帮我说话。我原以为他很讨厌我，但也许他并没有那么讨厌我。唐娜愤怒地喊道：“你们2个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我在这里当了多久的模特吗？你们觉得我是独自一人在这里吗？”爸爸，丹特护着洛威娜，居然叫大人过来，真可怜。德文伯爵推门而入：“怎么了，我的小公主？”唐娜跑向男人喊道：“爸爸，爸爸，他们欺负我！”德文伯爵大声质问道：“什么？他们竟敢这么做？是谁干的？你们这些小鬼，到底是哪个家族的，竟敢如此无礼？你们的父母在哪里？立刻把他们叫到这里来！”洛威娜从丹特身后探出头：“我们没有父母。”德文伯爵愣在原地：“什么？”他打量着丹特和洛威娜，心想：那些衣服的品牌我从未见过，甚至看起来不像高端产品，充其量只是些被小家族资助的孤儿。我已经看够了。德文伯爵看着洛威娜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没有父母教养的孩子无可救药。既然你缺乏教养，你可能不知道，但如果你继续这样口无遮拦……”走廊里传来沉稳的脚步声，一个低沉的声音打断了他：“那么你将为你那轻率的言语付出代价。”德文伯爵转过头：“公爵大人，萨默塞特公爵。”西摩冷冷地说道：“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刚才侮辱了我的侄子以及我个人资助的孩子。”德文伯爵后退半步：“什么？您的侄子？我只是想给这个女孩一点教训。”西摩冷冷地说道：“那事情就变得更严重了。这个女孩是我带回来作为继承人的孩子，你竟敢侮辱萨默塞特的名号！”德文伯爵猛地弯下腰鞠躬：“对不起，是我有眼无珠，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奥伯特从内室走出来问道：“这是在吵闹什么？”西摩看向奥伯特说道：“来得正好，我正打算回去。洛威娜和丹特在这里受到了这些人的侮辱。”奥伯特震惊地问道：“什么？您这是什么意思？”西摩转过身：“我只是不想再和他们待在同一个空间了。如果你还想完成洛威娜的画像，我建议你自己把这烂摊子收拾干净。明天见。”在温馨的房间里，
侍者端上甜点说道：“请尽情享用，小姐。我听说您刚才的样子相当可怕，小姐，我带了更多点心过来，请尽情享用。”洛薇娜开心地回应道：“谢谢你，艾丽。”西摩看向一旁的丹特说道：“丹特，我听说在洛薇娜受辱时，你挺身而出保护了她，做得好，我很庆幸当时你在场。”西摩伸手摸了摸丹特的头，丹特愣在原地，脸颊微微泛红。他低下头，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这没什么，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没错，丹特，你也该休息一下了。洛薇娜坐在沙发上，有些疑惑地心想：哦，丹特，他看起来好像没有刚才那么开心了。洛薇娜吃着蛋糕，真好吃。如果因为这种事就能吃到这么棒的蛋糕，我随时都愿意再经历一次。女仆再次端着托盘走近，小姐，我又带了一些过来，请慢慢享用。洛薇娜接过点心说道：“好的，谢谢你。”她看着坐在对面的丹特，发现他面前的蛋糕动也没动。丹特又不吃东西了。洛薇娜好奇地观察着丹特，他讨厌蛋糕吗？也许他会吃一点点。洛薇内看向丹特提议道：“丹特，这个蛋糕真的很好吃，你也尝尝吧。”丹特冷淡地回应道：“我不吃，你自己留着吃吧。”洛薇娜捧着茶杯，他又变回那副冷冰冰的样子了。丹特站起身朝门口走去。洛薇娜惊讶地问道：“哎，你要去哪里？”丹特头也不回地答道：“不关你的事。”洛薇娜陷入了沉思，真奇怪，他刚才明明心情还很好的样子。书页在微风中轻轻翻动，发出沙沙的声响。丹特合上手中的书，坐在昏暗的房间里叹了口气：“不行，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脑海中不断回想起西摩的话语：“做得好，我很庆幸当时你在场。”丹特伸手抚摸着刚才被公爵处碰过的发丝，我竟然因为一句夸奖就这么兴奋，像个小孩子一样为了这种事而开心。他低下头看着膝盖上的书本，自言自语：“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丹特的神情逐渐变得阴郁：“我不能像个孩子一样撒娇，不要得意忘形，只要像往常一样安静的、顺从的做好分内的事。”丹特一声清脆的呼喊打破了沉寂。洛薇娜提着一盏灯，手里还拿着一盘点心，出现在门口。丹特吓了一跳，猛地转过身看向他：“洛薇娜，你在这里做什么？”洛薇娜小跑着进入房间：“我就知道你在这里。刚才因为那场混乱，你连晚饭都没吃成吧？来，拿着这个。”洛薇娜将一盘精致的草莓蛋糕递到丹特面前：“我知道你说过不吃，但我猜你肯定饿了。”丹特看着眼前的蛋糕，他真的是为了这个特意一路跑过来的吗？他移开视线：“拿走吧，我不吃。”洛薇娜不肯罢休：“为什么？真的很好吃啊！只要你尝一口，肯定会改变主意的。”丹特猛地挥手推开，大声喊道：“我说了我不吃！”洛薇娜惊呼一声，盘子脱手摔落在地，蛋糕瞬间在深色的地毯上溅开。丹特愤怒地吼道：“那是小孩子才吃的东西，如果我总是被当成小孩子对待，我就没法成为继承人了。你倒是过得很舒服啊，你可以尽情撒娇，还可以随便发脾气。”洛薇娜站在原地沉默不语。丹特大声喊道：“因为大家都喜欢你，但我不是，我和你不一样。”洛薇娜轻声唤道：“丹特。”丹特低下头：“我随时都可能被抛弃。”洛薇娜看着他问道：“公爵大人为什么要抛弃你？”他走上前，伸手捧住丹特的脸颊。洛薇娜轻轻擦去他眼角的泪水。“丹特，公爵大人不会抛弃你的。”丹特看着他问道：“你怎么会知道？”洛薇娜露出灿烂的笑容：“因为我就是正觉。”洛薇娜笑得眉眼弯弯：“我来到萨默塞特家，就是为了和你结婚，就是为了让你成为下一任萨默塞特公爵。”丹特愣在原地，眼中还带着泪光：“什么？你是正觉？你这是什么意思？”丹特脸颊瞬间长得通红，惊叫道：“什么？”他脑海中一片空白。洛薇娜是我的未婚妻。丹特愣在原地：“什么？你来这里只是为了让我成为继任者？”洛薇娜理所当然地回应道：“我就是这么说的，不是吗？”丹特追问道：“我叔叔知道这件事吗？他答应这么做了吗？”洛薇娜肯定地回答：“当然。”丹特看着洛薇娜问道：“但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将继承权让给我？你明明可以自己继承。”洛薇娜看着丹特：“因为我的目标根本不是继承权，而是为了治好百合病。”但这些话洛薇娜无法说出口。她笑着对丹特说道：“因为我一直想要一个家。”丹特看着洛薇娜，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洛薇娜低声说道：“我以前孤身一人，那让我感到很寂寞。我一直渴望能有人真正需要我。我并不在乎继承权之类的事情，只要能有家人陪在身边，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丹特心中泛起涟漪，这个女孩不，洛薇娜原来和我一样，家人吗？她和我一样，都不想孤身一人。洛薇娜有些局促地说道：“这件事太突然了，你可能不会相信我吧？我原本没打算这么快告诉你的。”丹特看着洛薇娜回应道：“我相信你。”洛薇娜愣住了。啊！丹特注视着洛薇娜的眼睛：“我说我相信你，关于你说的需要家人的那件事。”洛薇娜握住丹特的手问道：“真的吗？谢谢，你愿意相信我。”丹特，洛薇娜笑着继续说道：“既然我们要结婚了，我们就绝对不能背叛彼此，好吗？”丹特看着洛薇娜回应道：“那么，洛薇娜，你也会站在我这一边吧？”洛薇娜肯定的回答：“那是当然。”洛薇娜注视着丹特说道：“丹特，你也要站在我这一边，我真的很需要你。”丹特低声问道：“从现在开始，直到永远吗？”丹特看着洛薇娜说道：“那么答应我，你会遵守这些诺言？”洛薇娜笑着回应道：“好，我答应你。现在来拉钩，还要盖章。”丹特轻声应和着：“两人伸出手指，紧紧勾在一起。洛薇内从怀里拿出一包东西，说道：“我带了一些饼干，你想吃吗？”丹特点了点头：“好。”
深夜的走廊里，两个孩子并排坐在一起。丹特小声问道：“所以你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偷偷吃这些吗？”洛威娜吃着饼干回应道：“是啊，很好吃吧？”洛威娜看着丹特继续说道：“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好吗？”丹特吃着饼干回答道：“知道了。”丹特看着洛威娜怀里满满一篮饼干问道：“但是你打算把这些饼干全部吃掉吗？”洛威娜笑着回答道：“其实这些饼干是别人的。”丹特愣住了：“别人的？”洛威娜点着头说道：“没错，我要把这些送给公爵大人。”深夜的办公室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洛威娜推开门走了进去。“公爵大人，饼干送到了。”西摩看着推门而入的女孩，洛威娜，又是你。洛威娜端着饼干走近说道：“你又在熬夜工作了对吧？工作的时候应该吃点点心才行。你知道现在快到睡觉时间了吧？如果你不快点把工作做完，讲故事的时间就要被推迟了。”西摩听着这些话，脸上露出一丝无奈：“我马上就忙完了，你先进来等我吧，饼干我会吃的。”洛威娜开心地回应道：“好。”西摩转过身，看向办公桌前的下属说道：“那么，让我们继续刚才讨论的话题。”下属回应道：“关于唐纳德文担任模特的事情。”洛威娜乖巧地坐在一旁的圆桌前，托着腮看着他们谈话。洛威娜咬了一口星星饼干，在心里嘀咕着：如果是唐纳德文的话，就是刚才那个像狗爪子一样的女人吗？看来唐纳德文小姐原本被定为莫蒂埃筹备的新品牌模特，他们之前一直保密，多亏了刚才洛威娜小姐发生的事，我们才发现了这个消息。莫蒂埃的新品牌名字叫伊甸，实际上这才是我们真正该担心的部分。西摩问道：“莫蒂埃以前不是做服装品牌的吗？”下属解释道：“是的，但他们即将推出的品牌概念和目标受众恰好与我们的一模一样，甚至连发布日期都重叠了。作为一个初创品牌，我们根本没有胜算。”下属看着西摩建议道：“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推迟发布日期。”西摩果断地拒绝道：“不，我不能那么做。所有百货公司的入驻合同都已经签好了，在这个阶段我无法推迟。”下属面露难色，看来我们缺乏投入更多预算进行宣传的资金。那么大幅度改变服装设计怎么样？西摩摇了摇头，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改变设计，我们就得报废所有的库存。洛威娜坐在一旁听着他们的对话。等等，如果是伊甸的话，洛威娜心中一惊，出现了，这就是西摩与原著男主角对抗的起点。瓦伦丁，你这个混蛋，每一步都要来干涉我。从伊甸事件直到现在，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全都是因为你。瓦伦丁，莫蒂埃，他是莫蒂埃家族的首领，那是与萨默塞特家族并驾齐驱的大家族。他也是原著小说《白刺》中真正的男主角。西摩叹了口气说道：“这真是让人头疼。虽然在小说中只是被简略提及，但他们之间恶劣的关系正是从伊甸这个品牌开始的。与刚刚起步的西摩不同，瓦伦丁的伊甸在服装界早已拥有深厚的根基，凭借着独特的商业手腕和更具辨识度的设计，他赢得了皇后的青睐，在贵妇和名媛中掀起了一股巨大的狂潮。按照原本的剧情，西摩的新事业注定会走向失败，但这一次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我在这里。”洛威娜穿着精致的礼服，摄影师赞叹道：“洛威娜小姐，您今天的表现也无懈可击。”洛威娜在心中暗自得意，作为证据，我甚至拿下了与奥伯特合作的画报拍摄。摄影师拍了拍手说道：“好了，大家先休息一下。”洛威娜坐到一旁，陷入了沉思。虽然拍摄画报会有所帮助，但这还远远不够。我需要一个更万无一失的方法，来阻止西摩的品牌走向失败。洛威娜，快动动脑子，好好想想，必须是比画报更可靠、更具冲击力的方法。如果不想出办法，西摩的事业会再次失败，到时候他会背负巨额债务，变成一个只知道工作的僵尸，而我到最后也拿不到治病的药。洛威娜猛地摇了摇头，不，绝对不能让那种事发生。突然，一阵尖锐的指责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是你吧？你刚才在画室里碰了我的画，对不对？”洛威娜停下脚步，躲在墙角向外张望。一个男人愤怒地吼道：“你这种卑微的苦力，竟敢碰我的作品！”大卫脸色苍白：“我只是想看看那幅画。”男人冷笑着嘲讽道：“别逗我笑了，你这种人能看懂什么？你是想偷东西吧？是不是？”大卫拼命摇头：“不，我真的只是在看。”洛威娜心中暗自腹诽：那个人是被诬陷成小偷了吗？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指责别人是贼，我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孤儿院，没想到这些大人也这么幼稚。洛威娜突然从墙角跳了出来：“嘿，你们是奥伯特大师的助手吧？”揪着领子的男人愣住了。啊！洛威娜一脸严肃的继续说道：“奥伯特大师现在非常生气，我觉得你们最好赶紧过去一趟。”男人松开了手：“什么？你是谁？”洛威娜看着眼前的纠纷，他看起来有麻烦了，我是不是该帮帮他？趁着两人被唬住跑开的空档，洛威娜躲在柱子后面擦了擦汗。呼，奥伯特先生，抱歉把锅甩给你了。洛威娜走到那名大卫身边，问道：“嘿，你还好吗？”大卫惊魂未定的回应道：“谢谢你，你是刚才在台上的那个模特，对吧？”洛威娜看着地上的纸片问道：“是的，你在这里工作吗？”大卫低下头，小声回答：“是的，虽然只是个打杂的。”洛威娜弯腰捡起地上的纸片：“这是你的吗？”大卫有些局促的解释道：“啊，那是我的涂鸦。”洛威娜低头看向手中的纸片：“那是？”大卫显得有些慌乱：“那没什么。”洛威娜盯着纸上的内容：“你是一名画家吗？”大卫有些局促的回应道：“不，我的意思是，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画家。”洛威娜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既然如此，我想我能帮到你。”洛威娜在心中确信，这就是击败瓦伦丁品牌的办法。
大卫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洛薇娜看着他说道：“我找到了打败伊甸的方法。”洛薇娜举起手中的画纸问道：“这是你画的我吧？”大卫回应道：“是的，只是休息时随手画的速写。”洛薇娜看着画纸感叹道：“虽然画技很重要，但你画的实在太好了。”大卫低声说道：“谢谢你。”洛薇娜盯着画纸心想，他竟然把我穿睡衣的样子画了下来，因为每天都穿，我以前完全没在意过，直到现在才意识到，这种睡裙式的内衣在几年后会引发时尚界的巨大轰动，并以睡裙装的名义成为流行趋势。人们已经厌倦了华丽的服饰，开始追求自然风格，没有什么比这更符合当下的潮流了。洛薇娜心想，既然我只是提前引进了必然会流行的趋势，那么西摩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反而会获得引领时尚潮流的形象。就是这个，还有这画技，在这么短的休息时间就能画好，他的手速一定也很快。洛薇娜拿着画纸问道：“大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大卫愣了一下，反问：“我的名字，我叫大卫。”洛薇娜看着眼前的大卫，洛薇娜惊讶地喊道：“大卫，难怪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赋，还有这超凡脱俗的美貌。”洛薇娜确信地点了点头，没错了，几年后这个人会像彗星一样横空出世，成为天才美男画家大卫·杰内亚，肯定就是那个大卫。他以只画黑白画作而闻名。仔细想想，色彩确实不是必须的，毕竟睡裙装大多也是白色的。大卫看着发呆的洛薇娜问道：“嘿，你没事吧？”洛薇娜回过神来，拥有这种水平的画技，她竟然连画室助手都不是，只是个普通的劳工。洛薇娜暗自思忖，虽然她最终会发光发热，但现在让这种才华埋没实在太可惜了。所以，洛薇娜看着大卫问道：“大哥哥，你说过你想成为一名画家，对吧？”大卫回应道：“是的。”洛薇娜追问道：“如果有人让你去画，你会去做吗？”大卫低下头说道：“但是谁会愿意雇佣我呢？”洛薇娜拍着胸脯说道：“还能有谁？我说过我会帮你的。既然总要有人带走你，那个人不如就是我。跟我来吧。”西摩坐在办公桌前，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要通过黑白传单来推广这种睡裙装？洛薇娜站在桌边回应道：“是的，没错。”大卫局促地站在一旁。西摩思索着说道：“这主意不坏。”德里克兴奋地喊道：“何止是不坏，这简直太完美了！这绝对会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并引发轰动。”阿克塞尔有些迟疑地问道：“但是睡裙装是不是太过于大胆了？”德里克挥着拳头反驳道：“不，现在最重要的是关注度。对于一个新品牌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只要能让他们踏进店门一次，那些来买裙子的贵妇们就不会只买一件衬裙，睡裙装绝对会大卖的。”德里克抱住洛薇娜喊道：“能想到这种主意，天啊！洛薇娜小姐真是个天才。”西摩看向一旁问道：“阿克塞尔，你觉得呢？”阿克塞尔微笑着回应道：“虽然有些冒险，但我们不是已经在全力奋战了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尝试哪怕只有一线希望的机会。”西摩放下手中的文件说道：“好吧，既然意见一致，那就开始行动吧。”洛薇娜开心地看向大卫，把精力集中在传单上，让大卫负责设计，并将其加入萨默塞特的赞助项目清单中。大卫恭敬地回应道：“遵命，阁下。”西摩的品牌白玫瑰正式发布了。从品牌创立伊始，白玫瑰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街道上的行人们纷纷驻足，看着店铺门口张贴的海报，惊叹道：“天哪，这是什么？”路过的贵妇人指着橱窗里的画报问道：“你看到白玫瑰推出的那些裙子了吗？”同行的同伴回应道：“啊，我听说过，就是那种睡裙装吧。”人们聚集在海报前议论纷纷，这一定就是传单上画的那个。一位年轻女性看着画报说道：“感觉有点令人害羞，怎么能把内衣穿在外面呢？”保守派的贵族们对此更是议论不断，这种衣服怎么穿得出去？真是太不知羞耻了。尽管争议声此起彼伏，但人们的目光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不过，画上的那个女孩看起来真的很可爱。这些流言蜚语反而成了品牌最好的宣传。人们看着黑白分明的精致画作低声讨论，也许是因为黑白配色的缘故，看起来反而显得更加纯洁了。原本只被视为内衣的衬裙，如今却作为外穿的连衣裙发布，每个人都急于对此发表评论。得益于这种前所未有的关注度，没有任何品牌能与白玫瑰的热度相抗衡。眼看地位受到威胁，莫迪埃品牌开始反击，报纸上接连出现了针对白玫瑰的负面报道，指责其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但是阿克塞尔站在办公桌前问道：“阁下，我们该怎么办？”他们准备了很多针对我们的手段。西摩回应道：“没关系，直接进行质量检查。通过积极应对这些指控，他们最终证明了白玫瑰的服装拥有最高品质。”最后，一位在社交界推广野餐茶会的著名名媛昆斯伯里伯爵夫人开始穿着这种睡裙装参加茶会。伯爵夫人坐在花园里，笑着说道：“白玫瑰的衣服真的很棒。”昆斯伯里夫人推荐的这件衣服确实很柔软。随着伯爵夫人的引领，睡裙装正式成为了一种全面的流行趋势，这是一个压倒性的成功。洛薇娜开心地欢呼道：“谢天谢地！”自从白玫瑰发布以来，洛薇娜每天都过得非常快乐。她哼着小曲走在走廊里，现在每个仆人见到她都想宠爱她。阿克塞尔和德里克笑着将洛薇娜举过头顶，喊道：“我们的小天才小姐来了！”女仆看着桌上琳琅满目的画材，问道：“你说过你需要彩色铅笔对吧？”洛薇娜回应道：“是的，我该选哪一种呢？”女仆指着一盒画材建议道：“这些怎么样？颜色非常丰富。”洛薇娜点头说道：“我喜欢这些，就选这套吧。”两名年轻的女仆躲在转角处，看吧，
我就说是他。另一人点头回应道：“我也说是他。”洛薇娜抱着一个木盒走在走廊上，疑惑地看向四周，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两名女仆突然兴奋地尖叫起来：“真的是她！传单上的那个女孩，她好可爱啊！我们该怎么办？她简直太迷人了。”女仆走到洛薇娜身边：“我想他们认出您了，小姐。”洛薇娜抱着木盒，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能听到人们对她的赞美，甚至她与丹特的关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书房里，洛薇娜指着书本上的内容说道：“这一题我不太明白。”丹特停下手中的笔，看向他的课本，回应道：“拿过来吧，我来教你。”丹特耐心地讲解着，所以这一部分应该是这样。洛薇娜托着腮仔细聆听，但我还是不太懂。他们甚至开始一起学习了。洛薇娜哼着小曲，走在宽敞的走廊里。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没有什么能打倒公爵了，而且我们也能更快地找到治愈的方法。洛薇娜得意地大笑起来。逃离死亡结局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洛薇娜走在走廊里，心想：公爵现在的心情一定很好吧？洛薇娜，这全多亏了你。洛薇娜开心地回应道：“是啊，也许吧。”他满怀期待地心想，他甚至可能会像夸奖阿克塞尔和德里克那样夸奖我。洛薇娜来到书房门前，发现门虚掩着，他心跳加速地想到，他现在一定笑得很灿烂。洛薇娜悄悄推开门缝向里张望，却愣住了。哎，有客人！书房内，西摩正坐在办公桌后翻阅文件。西摩叹了口气，发出一声沉重的呼吸。洛薇娜整个人僵在了原地。什么？他的脸色看起来比以前更糟了。出什么事了？洛薇娜捂住嘴，这不可能！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西摩坐在桌前，如果你打算一直徘徊在外面，就直接进来吧。洛薇娜意识到自己被发现了，我被抓个正着。洛薇娜走进房间，杰登看向洛薇娜问道：“啊，这位就是那位小姐吗？”阿克塞尔在一旁回应道：“是的，她就是白玫瑰的代表。”洛薇娜走上前：“你好，我是洛薇娜·惠特菲尔德。”洛薇娜歪着头问道：“请问你是哪位，先生？”杰登微微躬身说道：“很高兴见到您，小姐。我的名字是杰登·多莫。”洛薇娜看着眼前的男人，杰登·多莫，这个名字听起来好耳熟。阿克塞尔在一旁补充道：“这位先生是我们公司的副总裁。”洛薇娜愣住了。对了，他是《凋零的白百合》里简短提到过的那个人，那个卷走西摩公司资金逃跑的骗子。洛薇娜盯着杰登，等等，他竟然是副总裁，那确实是卷款潜逃的最佳职位。难道公爵心情不好，就是因为这家伙？杰登看向西摩说道：“既然小姐已经到了，那我就先告辞了，请您审阅我交给您的文件，并让我知道您的决定。”阁下。洛薇娜看着桌上的东西，文件。西摩回应道：“好，你可以走了。”洛薇娜盯着桌上的文件，既然是那个坏家伙送来的，肯定全都是坏消息。难怪公爵看起来心情那么糟糕。洛薇娜趴在桌边，试图看清上面的内容，里面到底写了什么？倒着看真的好难辨认。洛薇娜费力地读出文件上的名字：昆廷·格拉汉姆。洛薇娜愣住了，那不是公爵已经过世的哥哥吗？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出现在这里？西摩伸手按住了文件，这不是小孩子该看的东西。西摩站起身：“洛薇娜，我今天没时间陪你玩，等到了睡觉的时间再回来吧。”洛薇娜站在紧闭的房门前，我竟然被赶出来了。洛薇娜独自走在走廊上，那些文件里肯定有让公爵不开心的事情，到底会是什么呢？洛薇娜停下脚步，既然他让我睡觉时间再回来，那就没办法了，我只能用那个方法了。洛薇娜推开房门，大声喊道：“丹特！”丹特坐在沙发上，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洛薇娜，不要这么用力推门，你吓到我了。你不是早该写完作业了吗？发生什么事了？洛薇娜冲到丹特面前问道：“丹特，你是站在我这边的，对吧？”丹特看着洛薇娜，哈。丹特回应道：“是的，当然。但你为什么要问这个？”洛薇娜高兴地喊道：“太棒了！”洛薇娜握住丹特的手说道：“那就帮帮我吧，丹特。”丹特看着洛薇娜，脸颊泛起红晕。夜色渐深，窗外树影婆娑，书房内传出纸张翻动的声音。西摩摘下眼镜，放在桌上的文件旁。西摩看着文件，心想：真没想到，昆廷竟然欠了萨默塞特这么多债。他闭上眼睛，陷入了回忆。昆廷·格拉汉姆，他是我的哥哥，也是丹特的父亲。他真的是个很好的人。记忆中的昆廷站在金色的麦田里，转过身笑着说道：“西摩，我希望你能多享受一下闲暇时光，即便是在散步的时候，你还在想着工作吗？”昆廷在麦田里继续说道：“当然，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但我有时会担心你会太累。”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即便我总是言语生硬，他也总是带着微笑走向我。然而，谁能想到在那样的笑容背后，竟然隐藏着那样的秘密？昆廷去世后，他所积累的巨额债务被揭露了出来。根据目前确认的情况，昆廷长期以来经营着几家公司，但由于投资者的突然撤资，这些生意接连失败，所有的债务连同格拉汉姆的爵位，全都由我继承了。这种规模的债务，一定是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为什么他直到事情变得这么糟糕才肯开口？作为一名家主，他怎么能如此不负责任？我竟然在想一个死者的这些坏事，我真是可悲。眼前的债务，我总能想办法处理掉，但是我该如何向丹特解释他父亲的这些事呢？西摩叹了口气，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不禁会想起那个我思念的人。是的，我们确实有过一个约定。记忆中罗斯的身影浮现，他轻声唤道：“西摩。”杰登低声呢喃：“罗斯。”门外传来轻微的响动，洛薇娜穿着睡衣，脚踩着毛绒拖鞋走了进来。洛薇娜喊道：“阁下！”
西摩猛地回过神，看向门口，洛薇娜。洛薇娜抱着一本书，笑着说道：“现在是睡觉时间了。”西摩看着眼前的女孩，想起了之前的约定。对，我们确实有过约定。洛薇娜抱着厚厚的书本走进书房，笑着说道：“您一定会喜欢这本童话书的。”阁下。西摩站起身，走出办公桌，洛薇娜跟在后面。西摩叮嘱道：“不要偷偷藏饼干吃。”洛薇娜停下脚步，被发现了。洛薇娜抱着书辩解道：“但我今天没有藏任何饼干。”洛薇娜躲在书本后面偷笑，反正不是饼干就对了。西摩看着洛薇娜，饼干？洛薇娜。两人走上楼梯，西摩提醒道：“看着台阶。”洛薇娜回应道：“好的。”走廊里恢复了寂静。西摩的房间内，他拿起桌上的文件，看着上面的内容。丹特看着文件，心想：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事情要从大约4个小时前说起。丹特看着眼前的女孩问道：“等等，我不明白。所以，你是想让我去偷我叔叔的文件？”洛薇娜肯定的回答道：“没错，就是那样。只要把它们偷出来，复印一份，然后再放回原处就行了。这甚至没什么难度。即使我们拿不走原件，只要复印的一模一样，就不会有问题。你会帮我的，对吧？如果我们看了那些文件，就能发现公爵为什么这么消沉，甚至能阻止那个坏家伙的阴谋。”丹特果断拒绝道：“当然不帮，如果你想做，就自己去做。”洛薇娜，别把我扯进去。洛薇娜愣在原地，哈，竟然拒绝得这么干脆。我以为我们已经足够亲近了，他至少会考虑一下的。丹特坐在沙发上，看着洛薇娜离开的背影，我是不是对他太冷淡了？丹特看着洛薇娜，不，错的就是错的。洛薇娜，别太往心里去，小孩子不该随便插手大人的事。洛薇娜大声喊道：“我不管，帮帮我吧！”他直接躺倒在地上开始耍赖。丹特惊呼道：“洛薇娜，你在干什么？快起来！”洛薇娜在地上打着滚回应道：“我不，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丹特，你写字很快对吧？我的字写得太丑了，反正只有几页，我们不会被发现的。我需要你的帮助，丹特。丹特无奈地看着他，还是不行，别想强迫我。洛薇娜坐在地上抱怨道：“你明明说过会站在我这一边，现在却这样抛弃我。那些文件，你肯定也很好奇吧？”丹特叹了口气：“好吧，先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文件。首先，你先起来。”洛薇娜立刻坐起身问道：“你会帮我吗？”他在心里暗暗得意，果然，小孩子还是得用小孩子的招数。虽然我没看清细节，但我肯定在那些文件上看到了一个名字。丹特追问道：“名字？”洛薇娜说道：“昆廷·格拉汉姆这个名字，我发誓我看得清清楚楚。”丹特愣住了：“那是我父亲的名字，你确定那个名字写在上面吗？”洛薇娜认真的回应道：“我是认真的，他就在那里。”丹特陷入了沉思，印有我父亲名字的文件，但我听说父亲是在一场意外中突然去世的，甚至没有留下遗嘱。洛薇娜看着他说道：“是真的。”丹特，你不相信我吗？丹特叹了口气：“好吧，我会帮你的，起来吧。”洛薇娜兴奋地喊道：“真的吗？丹特，你最棒了！”时间回到了现在，丹特躲在暗处，低声问道：“我叔叔在哪里？”洛薇娜躲在被子里，小声回应道：“他刚才给我讲了一个极其无聊的童话故事，把我狠狠训了一顿。”洛薇娜低声说道：“别说的那么可疑。”丹特拿着抄写好的纸张回应道：“总之，我把能抄的都抄下来了，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多。我提前找出了索赔一切的方法。”洛薇娜看着他说道：“真不愧是你，丹特，让我看看关于属于另一个家族的亲属。”洛薇娜看着纸上的生僻词汇，丹特继续读道：“关于属于其他家族亲属的继承法，我会读给你听的。”丹特说道：“如果你看不懂就直说。”洛薇娜回应道：“那你读给我听。”基本上，这是一份调查记录，调查如果继承权落入属于其他家族的成员手中，会有多少份额。洛薇娜回应道：“我明白了。”洛薇娜继续读道：“简而言之，上面记录着昆廷在因事故去世的2周前，曾调查过继承法，调查萨默塞特家族的遗产会有多少流向西摩，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这些继承权无法被索取。那时候，他们的父亲，也就是前任萨默塞特公爵，正卧病在床，而昆廷因为一系列生意失败，正债台高筑。如果在那种情况下，他去调查继承法，昆廷的行为可以有2种解释：第一，是为了弄清楚如果萨默塞特公爵去世，他自己能得到多少遗产；第二，是为了寻找将西摩的继承权据为己有的方法。洛薇娜若有所思，原来是这样，这就是西摩和丹特心情变差的原因。在原著中，西摩就非常讨厌昆廷，甚至到了因为丹特是昆廷的儿子，就对他百般刁难的地步。但是洛薇娜看着身边的丹特，在原著故事正式开始前的现在，他们的关系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糟糕。那么在故事开始前，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无论发生了什么，西摩的根本问题在遇到女主角之前，恐怕都无法解决。洛薇娜看着那些文件，目前看来，这些文件极有可能就是导火索。西摩坐在桌前，看着手中的文件，那个叫杰登的人肯定知道这些，才故意把文件交出来的。他的目的一定是想在家族内部播下不信任的种子，孤立他们，然后搞垮公司。洛薇娜趴在床上，你以为我会让你得逞吗？杰登，我会揭穿你所有的阴谋。无论如何，我都要保护西摩和丹特。洛薇娜看着丹特手中的纸张，问道：“那里所有的文件都在这了吗？”丹特低声回应道：“是的，这就是全部了。”丹特低下头，神情变得十分阴郁。洛薇娜看着他的样子，心里猛地一沉，糟糕，丹特的表情看起来太难看了。
仔细想想，这基本上等于是在告诉他，他的父亲曾策划过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洛薇娜感到一阵懊悔，如果早知道内容是这些，我当初根本就不会让他去帮忙。现在该怎么办才好？洛薇娜试探着开口道：“那个，嘿，丹特。”丹特平静地回应道：“别担心，如果我的父亲真的犯了错，那并不是一件值得同情的事。作为他的儿子，我必须承担那份责任。”洛薇娜看着他，尽管如此，还是会很难受，不是吗？丹特看着前方说道：“即使很难受，如果我成为了继承人，那么我父亲犯下的错误，自然也会成为我的责任。”丹特说完，疲惫地趴在了枕头上。洛薇娜看着他的侧脸，虽然他很有责任感，是件好事，但他毕竟还只是个孩子。我真希望他不要对自己这么苛刻。洛薇娜看着丹特，他对自己太苛刻了。洛薇娜伸手调暗了灯火，想听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吗？丹特侧过头问道：“什么秘密？”洛薇娜凑近他低声说道：“其实送来这些文件的人是个大坏蛋，所以这些文件很有可能是伪造的。”丹特看着他问道：“真的吗？”洛薇娜有些心虚地移开视线。“好吧，虽然他们也可能是真的，但是……”丹特轻笑了一声：“那算什么秘密啊？”洛薇娜继续说道：“我只是不想让你太难过。”丹特轻声唤道：“洛薇娜。”洛薇娜回应道：“丹特看着他说道：“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从现在起，我们要一直站在同一边。”洛薇娜认真地回答道：“好，我会的。”丹特叮嘱道：“一定要记住。”洛薇娜有些疑惑，为什么他突然提起这个？洛薇娜再次肯定地回应道：“我保证。”洛薇娜看着丹特，希望他不要伤得太深。他是我在这个小说世界里交到的第一个朋友，我真的很想帮他。为了你，丹特，我一定会查明真相。西摩站在书房里问道：“所以让你去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杰登回应道：“看来我的秘书说的没错，听说他以前曾是昆廷的随从秘书，他说的话听起来很可疑，所以我派人去调查了。”杰登将一份文件递给西摩，说道：“你看一下。”西摩接过文件问道：“哪里可疑？”西摩看着文件上的内容，这是……杰登解释道：“这是一份显示从海沃斯家族借款的债券，上面还有昆廷和罗斯的签名。”西摩看着文件，低声说道：“所以昆廷从罗斯那里借了钱，他们的关系已经亲密到这种程度了吗？”西摩看着手中的文件，我明明记得他们两个之间没有任何往来。西摩陷入了沉思。如果这份债券是真的，那事情就变得复杂了。杰登看着西摩，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这是一份带有昆廷和罗斯亲笔签名的债务证明。据他所知，这两个人从未私下见过面。西摩拿着文件，想到这意味着这份文件就是罗斯瞒着他这个丈夫，私下会见他哥哥昆廷的证据。西摩看着文件上的签名，而且这笔债务并不是以罗斯个人的名义借下的，而是挂在海沃斯家族名下。这样一来，这笔债就变成了家族债务，而非个人债务。西摩拿着文件看向杰登，说道：“这样，即便罗斯去世了，债务也不会消失，而是会一直留存下来，除非有人刻意挖掘，否则这件事很难被揭穿。”西摩独自思索着，调查的越深，真相就越清晰。罗斯一直在欺骗他。西摩回想起过去的一年，他因为过度专注于工作，竟然整整1年都没有察觉到异样。明明这些线索早该浮出水面了。西摩闭上眼，按住额头，感到这局面荒谬至极。他竟然开始怀疑自己的妻子和哥哥之间有私情，而这两个人都已经去世很久了。西摩将手按在文件上，仅凭目前的证据，还不能轻易下结论。西摩背对着杰登叮嘱道：“让你的秘书管好嘴巴，不要到处乱说。”杰登微微躬身回应道：“明白了，那我就先告辞了。如果发现任何新情报，我会再向您汇报。”杰登走到门口，停下脚步：“请务必不要太担心。”杰登推开门走出来，等候在外的秘书迎上前喊道：“副会长。”秘书看着杰登问道：“您和会长的谈话结束了吗？”杰登挥手回应道：“是的，我现在准备离开了。”秘书微微躬身说道：“请慢走。”杰登迈步离开，秘书站在原地目送他远去。杰登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西摩，你这个白痴！”杰登原本只是一家濒临破产的物流公司的高管，但在海沃斯家族收购了那家公司后，他摇身一变，成了路人皆知的幸运儿，一路攀升到了副会长的位置。远处传来一阵喧闹声，有人大声喊道：“那个混蛋就住在这里，对吧？”在世人眼中，杰登或许是个功成名就的男人。两个男人堵在巷子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让他把那份协议签了，看他还能跑多远。然而现实却截然不同。杰登躲在墙角后，听着那些人愤怒的吼声：“杰登，那个该死的赌徒！”因为无可救药的毒瘾，杰登早已债台高筑，他整个人早已被巨额债务彻底淹没。杰登躲在墙角后，看着远处那两个讨债人，该死，债主竟然已经追到家里来了吗？看来这段时间得先在公司躲一阵子了。杰登露出一抹冷笑：“没关系，只要再撑过这几天就好。只要再过几天，整间公司都会是我的。”这个计划其实是他在几个月前才想出来的。杰登快步走向远处，虽然对西摩感到有些抱歉，但为了活下去，我别无选择，不是吗？杰登咬着指甲，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中。那一局我明明快赢了，谁能想到最后会出那张牌？我该怎么办？那笔赌资可是公司的公款，就算把房子卖了，也填不上这个窟窿。一名下属走进房间汇报：“副会长，新来的秘书已经到沙龙门口了。”杰登回过神：“啊，让他进来吧。”彼得推门而入：“您好，副会长，我是新入职的彼得。”杰登看着眼前的年轻人说道：“好，期待接下来的合作。”彼得直起身子，环视着这间华丽的沙龙。彼得看向杰登问道：“会长经常来这间沙龙吗？”杰登有些疑惑地回应道：“
偶尔会来。你为什么问这个？比得看向四周说道。因为我以前服侍过的一位大人，经常在这里举行秘密集会。杰登打量着彼得问道。你说你叫彼得？你以前在哪里工作？彼得回应道。我以前在萨默塞特公爵府担任昆廷公爵的随行秘书。杰登盯着彼得，就是这个。杰登完全没想到，这个偶然入职的新秘书竟然知道萨默塞特家族的秘密。对于一个高管来说，家丑和情史是毁掉名誉的最佳利器。如果西摩作为会长损害了公司的形象，他很快就会被撤职。杰登看着手中的文件想到，如果我能推翻自事故以来就精神不稳定的西摩，那么由我这个副会长顺理成章的接替他的位置，不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吗？西摩低头看着手中的文件，这个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杰登站在一旁观察着西摩，看着他仅仅因为这几份文件就开始动摇，真是可笑。杰登在心中冷笑道，即便因为白玫瑰项目的成功，他的状态稍微好转了一些，但这些家庭丑闻迟早会再次把他彻底摧毁。杰登看着西摩的背影，继续怀疑，你那些死去的家人吧。西摩在宏伟的庄园内，流言蜚语正悄然蔓延，几名贵妇人聚在雕花栏杆旁，低声耳语。你听说了那个传闻吗？其中一人压低声音说道，听说会长一直在秘密约见一个有妇之妇。另一人惊讶地回应道，什么？他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人啊，就在佩利港，据说不止一个人看到他在那里和一位贵族女性幽会。另一名妇人掩面惊呼，天哪，是那个有钱人专门用来秘密集会的沙龙吗？是的，就是那个约会圣地。他们凑得更近了，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其中一人神秘地说道，据说是温斯莱特夫人卡塔琳娜·温斯莱特。一名贵妇人惊讶地问道，是那个非常漂亮且著名的女演员吗？她3年前嫁给了一位著名的商人，明明可以见见那些年轻的贵族小姐，偏偏选了她。大家都说他曾对妻子痴情不已，结果才过了1年，他就已经开始见别的女人了。杰登站在楼梯下方，听着上方传来的议论声，正如所料，他们讨论得非常起劲。杰登走上楼梯，你们在聊什么呢？照这个速度，西摩在管理层中的名声很快就会一落千丈。贵妇人们吓了一跳。啊，副会长，其中一人支支吾吾地解释道。那个，杰登看着他们说道，公司不该如此嘈杂。杰登看着那些贵妇人，说实话，会长的眼光确实不错，但他应该更谨慎一些才对。杰登在心中暗自盘算，如果我在这时再稍微透露一点消息。贵妇人们被杰登的话吓了一跳，面面相觑。杰登离开后，他们立刻凑在一起，继续窃窃私语。看吧，我就说那是真的，肯定没错了。杰登听着身后的议论声，露出一抹得意的笑。没错，就这样继续说下去吧，说的越多越好。杰登完全没想到，自己随口散布的谣言竟然传播得如此迅速。没有什么比上司的私生活传闻在职场中传播得更快、更让人兴奋的了。我只需要让他们继续说下去就好。杰登转过身，对着那些聚在一起的职员们说道：“好了，闲聊到此为止，都回去工作吧。”职员们纷纷散开，杰登正准备离开，耳边却突然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你们知道吗？”杰登眼神中闪过一丝疑惑，这是小孩子的声音。他顺着声音看去，只见几名女职员正围在一起，中间站着一个年幼的女孩。洛薇娜仰着头：“姐姐们，你们也认识温斯莱特夫人吗？”杰登站在不远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洛薇娜继续开心地说道：“温斯莱特夫人是我们的老师。”杰登僵在原地，这小鬼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洛薇娜笑着说道：“说真的，如果我没来，事情会变得非常糟糕。温斯莱特女士是我的老师。”洛薇娜看向周围的人群，坚持要来公司看看，果然是对的。不过，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周围的职员们面露难色。温斯莱特女士是你的老师，但这孩子是谁？为什么会有小孩在公司里？洛薇内在心中暗想，现在到处都在流传关于公爵大人的负面传闻。杰登，不管你叫什么名字，你选错了找我麻烦的日子，只要有我在，事情就不会如你所愿。一名职员认出了洛薇娜。等等，这位是洛薇娜，白玫瑰的模特，就是公爵大人最近亲自收养并作为继承人培养的那位。洛薇娜笑着说道：“没错，就是我。”一名女职员问道：“那个小姐，您是说温斯莱特女士是您的老师吗？”洛薇娜点头回应道：“是的，是公爵大人请她来当我的家庭教师的。她是个非常棒的人。”女职员惊讶的低声自语：“公爵大人亲自请的？”洛薇娜继续说道：“不，他说是有其他人向他推荐了温斯莱特女士。今天我要和老师一起读新故事。温斯莱特女士收到了公爵大人的信，她仔细考虑后才同意成为我的老师。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洛薇娜看向众人，还有上次我求老师带我去繁华的街区玩，公爵大人说温斯莱特女士太出名了，去那里会很累，所以他推荐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可惜公爵大人工作太忙了，没法一起去，所以我最后是和他的侄子丹特一起去的。职员们开始交头接耳。啊，我们听到的版本完全不同呢。另一名职员低声说道：“这位小姐说的话听起来完全不像传闻那样，那些谣言到底是怎么传出来的？”杰登站在一旁听着，确实，他不可能带着孩子去参加那种会议。杰登走上前说道：“哎呀，洛薇娜小姐，再往深处说，可就是萨默塞特公爵家族的内部事务了，不是吗？”杰登在心中暗想，这个小鬼在耍什么花招？杰登微笑着说道：“我想，如果再谈下去，公爵大人也会感到困扰的。虽然你是公司的品牌模特，但也不能就这样随意进入公司。我的计划很容易被毁掉，进行得很顺利，绝不能现在功亏一篑。”杰登继续说道：“很抱歉，你必须离开了。好了，各位请回里面去吧，
公司变得太吵闹了。洛薇娜看着杰登的背影，果然没错，他就是故意想诽谤公爵大人，在我把事情澄清的时候，居然想把我赶走，我可不能就这样安静的离开。洛薇娜指着杰登喊道：“大叔，我有话要传达给你。”杰登停下脚步，有话要传达给我。洛薇娜大声说道：“是的，外面有人在找你，他们在大喊着。”杰登，多莫，你这个无赖！他甚至连利息都不付。他们看起来非常生气，而且超级可怕。杰登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什么？该死！杰登慌乱地回应道：“我对此一无所知。”洛薇娜肯定地说道：“不可能，他们明明就在喊杰登，多莫。”周围的职员们露出怀疑的神色。什么？债主吗？职员们聚在一起，低声议论。债主居然找上公司了，真没想到副社长竟然是这种人。嘘，小声点，别被他听到了。杰登站在原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计划里根本没有这一出。洛薇娜看着杰登，大叔，你最好快点去看看，他们现在肯定还在外面等着呢。洛薇内在心中暗想，他现在气得浑身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只要他被我的话扰乱了阵脚，杰登所说的一切都会失去公信力。杰登支支吾吾地回应道：“那是。”洛薇娜露出灿烂的笑容，如果他连一个小孩子的话都反驳不了，还有谁会相信他呢？杰登死死盯着洛薇娜，随后猛地转过身，快步离开了大厅。杰登快步穿过走廊，身后传来职员们细碎的议论声。天哪！所以杰登先生刚才说的那些话，也全都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吗？一个小孩子总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撒谎吧？洛薇娜心中暗自得意，他们开始怀疑杰登的话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洛薇娜笑着对职员们说道：“那么我也要去见公爵大人了。”洛薇娜走在宽敞的走廊里，环顾四周，他在哪里呢？洛薇娜停下脚步，大声喊道：“公爵大人！”洛薇娜跑向前方，西摩正和随从走在一起。他停下脚步，看向跑来的女孩：“洛薇娜，你怎么专门跑到公司来了？发生什么事了？”洛薇娜笑着回应道：“我是来向您道谢的。我听说您亲自为我挑选了家庭教师。”洛薇娜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您。”阿克塞尔忍不住感叹道：“哦，真是太可爱了。”西摩看着洛薇娜：“我明白了，如果是为了这件事，等我下班回府后再说也可以。”西摩伸手摸了摸洛薇娜的头：“你特意跑了这么远过来？”洛薇娜看着西摩：“其实我来这里不只是为了道谢。”洛薇内在心中暗想，他的脸色看起来比之前更差了。难道？西摩转头对身后的随从吩咐道：“阿克塞尔，去准备一间空房间，准备些茶和甜点。”阿克塞尔回应道：“好的。”难道说杰登已经做了什么吗？西摩收回手：“走吧，我会让人为你准备蛋糕。”洛薇娜听到蛋糕，眼睛亮了起来，在心中暗想：也许我应该先吃点东西，然后再考虑别的事情。洛薇娜开心地喊道：“哇，真的吗？那真是太棒了！”洛薇娜坐在宽大的沙发上，手里端着盘子，正大口吃着蛋糕。西摩坐在对面，看着他问道：“好吃吗？”洛薇娜嘴里塞满了蛋糕，超级好吃。西摩看着他说道：“先吃完再说话。”洛薇内在心中暗想，在这种时候，我更需要保护公爵大人，所以这块蛋糕就是为了增加体力而吃的。洛薇娜猛地站起身：“公爵大人，请不要担心，因为有我在，无论发生什么都会没事的。公爵大人，从现在起，无论发生什么，我一定会保护您的，因为只要您平安无事，您就能带给我治愈的方法。”阿克塞尔在心中暗想，我想他大概是想把蛋糕吃得一点碎屑都不剩吧。看起来确实是这样。斯莱特女士站在洛薇娜身边说道：“今天根据我们上一课学到的内容，我们要自己画一幅画并涂上颜色，你可以自由地画任何你想画的东西。”洛薇娜坐在桌前，拿着画笔回应道：“好的。”洛薇娜开始在纸上认真地画着。洛薇娜在纸上涂鸦着杰登的滑稽形象。昨天在公司的时候，杰登盯着我的眼神真的很可怕。虽然当时表现得很勇敢，但回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洛薇娜继续在笔记本上写画画。公司里听到的那些传闻，肯定也和杰登脱不了干系。到底还有多少恶意散布的谣言？虽然昨天我及时阻止了他，但如果放任不管，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如果事情继续按照杰登的意愿发展，公司会再次陷入危机。由于昆廷欠下的巨额债务，家族财产将会彻底缩水。到那个时候，西摩和丹特的关系也会像原著故事里那样急剧恶化。被逼入绝境的西摩，最终会像以前一样再次崩溃。光是想想就觉得太可怕了，必须阻止杰登继续散布谣言。洛薇娜在纸上落下最后一笔，首先画好了。洛薇娜放下画笔，看向身边的老师喊道：“老师，我画完了。”温斯莱特女士走进桌边：“哦天啊，你画得非常细致呢。”洛薇娜举起画册，上面画着一个长着翅膀的小女孩，正在教训一个垂头丧气的男人。她笑着说道：“我想把这个给公爵大人看。”洛薇内在心中暗想：我别无选择，只能亲自去盯着他了。杰登的拳头重重地砸在桌面上，他愤怒地低声咒骂：“该死！那个小女孩到底是谁？多亏了她，现在到处都在传我被债主追债的谣言。她一直在阻碍我的计划。”杰登冷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我会让你和西摩一起垮掉。”已经过去多少天了？自从那个小鬼开始来办公室，没有一件事是顺心的。尽管我费尽心思散布关于西摩的谣言，他却只是到处跑来跑去，大闹一场，抢走了所有的注意力。洛薇娜端着一盘饼干走进办公室，饼干送到了。哦，看啊，你真是太可爱了。洛薇娜笑着说道。主管说我应该和大家一起分享。另一名女职员问道：“你今天又带好吃的饼干来了吗？”
2名女职员拿着心形饼干交谈着，她比代表更有活力，不是吗？怎么能这么可爱？其中一人看向不远处的男人说道：“代表，虽然您在办公室里很严厉，但您对这孩子一定很温柔吧？”杰登听着职员们的议论，谣言不仅没有散播开，他的名声反而变好了。而我却因为好心把债主带到办公室，正在被教训得体无完肤。杰登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讨债人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说道：“你能拿到的就只有这些，算你走运，这是最后一次了，明白吗？下次见面的时候，你最好把钱准备好。如果到时候你还没准备好……”杰登咬着指甲，陷入沉思。真的不能再拖下去了。无论如何，下周之前必须把钱筹到。如果计划进展顺利，我本可以趁乱挪用那笔资金。但是洛威娜毁了一切。洛威娜端着满满一篮饼干问道：“先生，你也想来一块饼干吗？”他每天进出公司就像回自己家一样，一直在干扰我的计划。现在关于我负债的传闻已经传开了，如果公司资金出现短缺，我将是第一个被怀疑的人。我需要一个聪明的办法，一个既能挪用资金，又不会让自己受到任何怀疑的办法。等等，如果拿走钱的人不是我呢？他露出了一丝冷笑。当然了，我之前为什么没考虑到这一点？我只需要嫁祸给西摩就行了，不是吗？杰登拉开抽屉，拿出一本厚重的账本，这是我为了卷款潜逃而伪造的账本。没有什么比一场劲爆的丑闻更能转移注意力了。虽然我因为讨债人的逼迫而处境艰难，但大家都知道西摩也陷入了困境。自从他哥哥昆廷的债务被曝光后，既然我要垮了，不如尝试一些大胆的举动。他看着手中一模一样的2本账本，如果我揭露这份被我操纵过的账本存在疑点，那些对办公室八卦一无所知的管理层，在怀疑我之前，一定会先怀疑西摩。如果一切顺利，我甚至不需要动一根手指，就能把西摩赶出去。杰登大步流星地走进来，喊道：“彼得，我要去银行了。”彼得有些惊讶地回应道：“副总裁。”杰登命令道：“把桌上那本蓝色的书烧掉，那是机密文件，确保不留任何痕迹。”彼得抱着文件：“我明白了，但是关于您之前交给我的任务……”杰登愤怒地打断了他：“先完成那个，你这个白痴，照我说的做。”彼得无奈地回应道：“好的。”彼得抱着文件走在走廊里，他看起来又大发雷霆地冲出去了，估计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先整理完这些文件，今晚再去处理那本书。正当彼得低头沉思时，转角处突然撞上了一个小小的身影。洛威娜发出一声惊呼：“哎呦！”彼得停下脚步：“洛威娜小姐。”洛威娜揉着额头：“对不起，彼得，我迷路了。”彼得温和地回应道：“没关系，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洛威娜小姐，公爵大人现在不在办公室，您的额头还好吗？洛威娜开心地展示着手中的画册：“我想把这个给公爵大人看，这是我画的画。”彼得微笑着建议道：“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把它留在他的办公室里呢？作为一个惊喜。”洛威娜眼睛一亮：“真是个好主意。”彼得指着走廊尽头说道：“沿着这条走廊一直走，你就能看到公爵大人的办公室了。你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洛威娜大声喊道：“谢谢你！”他看着洛威娜远去的背影，但是等等，他刚才手里拿着的那本笔记本看起来很眼熟，我以前在哪里见过吗？彼得陷入了沉思。算了，那只是种很常见的颜色。在昏暗的办公桌上，2本一模一样的蓝色账本并排摆放着。西摩推开大门走进房间：“我回来了。”洛威娜开心地喊道：“公爵大人，您下班了吗？”阿克塞尔看着洛威娜问道：“小姐，您刚才在职员办公室做什么呢？”洛威娜放下笔解释道：“我只是在安静地画画，保证没有打扰到任何人。而且，公爵大人，我一直在盯着那些人，确保关于您的那些坏传闻不会传开。”洛威娜一脸期待地看向西摩问道：“顺便问一下，公爵大人，您看到了吗？我把他留在您的办公桌上了。”西摩有些困惑地重复道：“他？”洛威娜心里有些犯嘀咕，这是什么反应？如果他看到了我的话，绝对不会这么冷静的。洛威娜继续补充道：“我是说我留在桌上的那本写生簿，我把它放在一本长得一模一样的笔记本旁边了。”阿克塞尔在一旁思索着说道：“看来小姐是进错房间了。”洛威娜有些委屈地反驳道：“但我把她留在一个开着门的房间里了。”阿克塞尔看向洛威娜说道：“代表总是关着办公室的门，您一定是误入了副总裁的办公室，就在隔壁。”洛威娜愣在原地，天啊，偏偏是那个坏人的办公室。他想起自己在画册里写了许多关于那个人的坏话，绝对不能让杰登看到我的画。洛威娜转身跑向门口喊道：“我现在就去拿回来。”阿克塞尔看着他的背影叮嘱道：“好吧，小心别摔倒了。”洛威娜一路小跑穿过走廊，他悄悄推开副总裁办公室的门缝，探头向里面张望，看到屋内空无一人，洛威娜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这里没人。洛威娜快步走到办公桌前，我得赶紧拿走他离开这里。他看到桌上摆放着2本一模一样的蓝色本子，找到了，看来那个叫杰登的家伙还没发现他。洛威娜伸手抓起其中一本，阿克塞尔的声音从走廊传来：“小姐，如果您不快点出来，我们就要先回府邸了。”洛威娜急忙把本子塞进挎包：“等等我，你们不能丢下我！”他背着包跑出办公室，追向走廊尽头的2个身影：“公爵大人，等等我！”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彼得走了进来，他拿起桌上剩下的那本蓝色账本：“这就是他让我处理掉的文件吗？”彼得看着手中的账本：“我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他拿着账本走向碎纸机：“算了，这不关我的事。”彼得随手将账本丢进了处理箱。夜幕降临，西摩开口问道：“那么，你带回了那张想给我看的画吗？”洛威娜背着小包，自信地回应道：“当然了，我刚才已经把它拿回来了，我现在就给您看，连温斯莱特大师都夸奖我了呢。”
我本来想给您一个惊喜的，但是……他猛地翻开手中的本子，高高举起，锵锵，怎么样？西摩停下脚步，整个人愣在原地。阿克塞尔也露出了惊讶的神情。西摩低声说道：“这是……”洛薇娜原本还得意洋洋地解释着：“这是我画的。”他的话语戛然而止。哎，这是什么？这不是我的写生簿。西摩和阿克塞尔对视一眼，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西摩接过那本厚重的蓝色账本，洛薇娜，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洛薇娜低着头，在副总裁的办公室里，那里还有另一本笔记本，长得和我的写生簿一模一样。我想我一定是搞混了，我肯定把自己的留在了那里，却把这一本带了回来。西摩看着手中的账本，阿克塞尔立刻上前一步，是的，公爵大人。西摩翻开账本，是时候执行那个计划了。过了一段时间，一份揭露西摩挪用投资资金的账本被公之于众。会议室内气氛凝重，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就反对让贵族收购公司。一名中年男子咬牙切齿地说道：“你觉得在那些贵族眼里，我们还算是人吗？趁这个机会，我们理应选出一个具备正当资格的新负责人。”杰登心中暗自嘲讽，竟然连一句反驳都没有就吓傻了，真是难看。没错，西摩，你现在打算怎么办？一名参会者猛地站起身，指着西摩喊道：“代表，请回答我们，你真的挪用了投资资金吗？”西摩低着头，不，我没有做过那种事。那名参会者举起手中的账本，那这份证据又是什么意思？在这份账本里，清清楚楚地记录着一大笔资金在西摩公爵名下被提取。难道你想说这些记录是凭空出现的吗？证据就在眼前，你还指望我们怎么相信你？代表，请说点什么吧。西摩低着头，用这种粗劣的证据就想把我逼入绝境。西摩抬起头，闭嘴！在我撕烂你的嘴之前，拿着账本的参会者僵在原地，不敢再多说一个字。会议室内陷入了一片死寂。西摩语气中带着嘲讽：“这世界还真是精彩，像你们这种毫无意义的混蛋，竟然也敢自称为高管，还敢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一名参会者抗议道：“代表，您的话太过分了。”西摩冷冷地回应道：“过分的是你的智商，在你们眼里，我看起来像是那种有理由挪用公司投资资金的人吗？我可是萨默塞特和海沃斯两大家族的族长，像我这样的人，难道会为了那点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就去挪用公司的钱？真遗憾，我竟然一直信任你们这些蠢货，还把工作委托给你们。”会议室内的风向开始转变，参会者们低声议论起来。证据确实很薄弱，而且那份账本是唯一的证据。确实，考虑到代表为了拯救公司付出了多少努力，他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杰登心中感到不安，不，照这样下去，我会被卷进去的，必须想办法把局面扭转回来。他站起身，大声吼道：“别再说这些毫无意义的诡辩了，公爵大人，难道明确的证据还不存在吗？如果您不能合理解释这份证据，那您说的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你不能证明这一点，那你刚才所说的一切终究只是诡辩，我们怎么能信任并追随一个只会花言巧语的骗子？难道不是吗？”杰登试图煽动其他参会者的情绪。一名参会者低声议论道：“是这样吗？”另一名参会者回应道：“确实，无论如何，证据已经摆在那了。”杰登心中暗自得意，真正的账本早就被我处理掉了，他在这里还能翻出什么浪话？西摩双手交叠在胸前，好吧，既然如此，那就没办法了。进来吧。会议室的门被推开，洛薇娜抱着一本书走了进来。打扰了。参会者们露出疑惑的神情。那个孩子是谁？那是洛薇娜，白玫瑰的模特。杰登看着走近的洛薇娜，心中升起一股不安。那个小鬼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西摩站起身，没错，这位就是白玫瑰的模特洛薇娜，去告诉他们吧。洛薇娜走到桌前，那个大叔，我不小心把素描本落在副代表的房间里了，所以我后来回去拿，结果不小心拿错了，把副代表房间里的书带了过来。会议室内顿时一片哗然，杰登惊恐地看着那本书，不，那是真正的账本。参会者们震惊地议论着，这是什么意思？2份账本？杰登冷汗直流，我明明告诉过彼得去处理掉那份账本的，为什么那东西会出现在这里？那现在这里的这份又是什么？西摩翻开洛薇娜带来的账本，经过核对，在特定时间点之前的记录完全一致，但与杰登提交的那份账本不同，这份账本里根本没有挪用投资资金的记录。洛薇娜，你刚才说这份账本是从哪里拿来的？洛薇娜大声回答道：“是从副代表的房间里拿出来的。”会议室内顿时炸开了锅。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不是副代表吗？结果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另一份账本，请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副代表杰登僵在座位上，面对众人的质疑，无言以对。几天前，洛薇娜拿着发现的账本找到了西摩。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拿出来的。西摩接过账本，对比着手中的2份记录，哪一个才是真的？洛薇娜看着西摩说道：“正如我之前说的那样。”西摩看着账本回应道：“我之前就觉得很可疑，有迹象表明副代表一直在一点点挪用公司资金，但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我没能立刻抓住他。没想到他竟然在偷偷转移账目，我确信他一定有什么阴谋。”过了一会儿，洛薇娜开口问道：“那么？”西摩看着洛薇娜说道：“这意味着你没有错，我很庆幸是我先看到了他。如果你被当场抓住，那会是个大麻烦。”西摩抚摸着洛薇娜的头，杰登那个混蛋，最近听到的传闻就很让人不安，没想到他竟然藏着这种东西，他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我预感他很快就会露出真面目。杰登歇斯底里的大喊道：“闭嘴！我对此一无所知，这是陷阱。那个小鬼和西摩在联手陷害我，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东西是从我房间里出来的？
我根本没有理由那么做。西摩看着垂死挣扎的杰登，说道：“证据就在眼前，你既然还要否？我本不想走到这一步，但现在别无选择。阿克塞尔，让那些人也进来吧。”阿克塞尔恭敬地回应道：“是的，公爵大人。”阿克塞尔推开会议室的大门，杰登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不，那些人是……阿克塞尔指着走进来的几人说道：“他们就是一直守在公司门口的那些人。”杰登看着来人，债主们，那些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西摩看着杰登说道：“最近公司内部的气氛一直很动荡，甚至引起了外界的骚动。原来这一切都和你挪用公款有关。”杰登，其中一名债主走上前说道：“我们只是来收债的，债务已经逾期好几个月了，但他之前保证过，只要过了今天就能把钱还清。”另一名债主从怀里掏出文件说道：“没错，他说从今天开始，他就能动用公司的支票了。他甚至还给我们写了保证书。”债主展示出那份保证书，看这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他的名字：杰登·多莫。西摩接过那份文件，要动用公司的支票，必须有代表的签字，但这份文件上签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以代表这个职位的名义签下的。杰登·多莫，综合目前的情况、证人以及证据，你因为无法偿还的巨额赌债，伪造了账本，试图嫁祸给我，再加上这份保证书，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你企图把我赶下台，篡夺代表的位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杰登瘫坐在椅子上，不是这样的，西摩打断了他的话，再多的辩解也毫无意义。会议到此结束。西摩看向阿克塞尔，阿克塞尔，剩下的事情交给你处理。阿克塞尔接过西摩递来的文件，是的，公爵大人。洛威纳探出头问道：“事情解决了吗？”西摩看向洛威纳，已经结束了，走吧。洛威纳，洛威纳露出笑容，太好了，总算解决了。西摩带着洛威纳离开。抱歉，洛威纳，把你卷进大人的纷争里。洛威纳回应道：“能帮上公爵大人的忙，我就很高兴了。”杰登低着头，洛威纳，惠特菲尔德，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债主们将杰登团团围住。杰登，多莫，你打算怎么还钱？另一名参会者也质问道。副代表，快说点什么啊！杰登因贪污和诈骗罪被逮捕，被关在铁窗之后，幸运的是，从西摩那里贪污的投资资金，据报道已经全部追回，这件事也算暂时告一段落了。阿克塞尔说道：“这件事能平安解决，真是太好了，多亏了您，我们才避免了一场严重的危机。”西摩回应道：“是的，确实很幸运。”阿克塞尔看着西摩问道：“但您的脸色看起来还是不太好，公爵大人，是有什么事情还在困扰您吗？”洛威纳躲在门后观察，为什么西摩的状态一点都没有好转？杰登那天明明已经被当场逮捕，被挪用的资金也全部追回了。既然如此，他为什么看起来还是忧心忡忡？丹特走在走廊上，洛威纳，洛威纳，你在那里做什么？你是在偷偷听你叔叔房间里的动静吗？洛威纳吓了一跳，丹特，你吓死我了！丹特看着他说道：“你不应该偷听大人们的谈话。”洛威纳立刻伸手捂住丹特的嘴，嘘，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时刻。丹特被捂着嘴，这样下去我们要被发现了。洛威纳依然紧紧捂着他的嘴，丹特满脸困惑，不明白他到底在指什么。西摩坐在桌后，是因为杰登带来的关于昆廷的情报，看起来并不像是假的。阿克塞尔继续问道：“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昆廷大人和夫人之间真的有那种关系？”西摩低声回应道：“我不想去思考这件事，但我们必须假设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关系。”门外的洛威纳听到了这一切，昆廷和罗斯之间有某种关系，难道就像成人剧里演的那样，和丈夫的弟弟私通？丹特看着他说道：“我告诉过你，不要偷听大人们的谈话。”洛威纳慌张地看向丹特，丹特，这我可以解释。丹特叹了口气，现在你明白了吧？大人们总是试图隐藏一些事情，这总是有原因的。洛威纳看着丹特的神情，丹特，你还好吗？丹特转过身，我不希望你再受到任何伤害，回你的房间去吧。洛威纳看着丹特离去的背影，我该怎么办？丹特看起来很难过。洛威纳双手捂着脸，如果丹特和公爵大人之间的距离继续这样扩大，一切都会回到原点的。他倒在床上，难道是我无意中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吗？洛威纳趴在床上胡乱踢着腿。洛威纳，你这个笨蛋，白痴，海参，海葵，现在根本不是把丹特卷进来的时候。他想起丹特刚才的神情，他的表情看起来受伤很深。毕竟现在的情况是他的生父和伯母之间的关系受到了质疑，他一定非常难过。仅仅解决西摩的问题已经不够了，我必须找到能同时帮助他们两个人的办法。即使在小说里，关于罗斯和昆廷的描述也不多。起初，昆廷和罗斯都只是在西摩的回忆中被提及的配角而已。洛威纳突然停下了思绪，等一下，对了，还有那个办法，去罗斯的房间。在大多数贵族家庭中，去世成员的房间要么被完全空置，要么会被改作他用。但萨默塞特公爵府却有些不同，他们完全没有对那个房间采取任何措施。洛威纳想起有一次，他拦住正从罗斯房间出来的管家，询问此事。管家告诉他，这是因为西摩从未提及过那个房间。管家站在门边说道：“我们不敢在公爵大人面前提起夫人的事，公爵大人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一切。也许有一天，当公爵大人做好了心理准备，他会亲自告诉我们关上那扇门的，不是吗？”洛威纳当时回应道：“我明白了。”洛威纳心想，也许正因如此，那是他瞥见的罗斯房间，才会让他感觉有些奇怪。那扇门总是虚掩着，仿佛主人只是暂时离开。房间里的家具摆放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然而，在那些整洁之下，有些私人物品却显得有些凌乱，像是几分钟前还有人在使用它们。
那种感觉就好像罗斯依然生活在这个家里，依然在这里呼吸着。洛维娜悄悄走到门边，我就进去，飞快的看一眼，马上就出来。反正这扇门总是开着的，就算被发现了，我就说是不小心走错房间，应该也不会被骂得太惨。万一运气好，能发现什么线索呢？他走了进去，哇！洛维娜开始在房间里四处翻找，也许在这里，还是在梳妆台。她翻遍了床铺、柜子和每一个角落，最后却颓然地抱住脑袋。不会吧，真的什么都没有吗？洛维娜唯一发现的线索是一个带有玫瑰形状锁扣的抽屉，但她在房间里找遍了也没发现钥匙。直觉告诉她必须打开那个抽屉，可现在根本无法看到里面的内容。洛维娜坐在椅子上，双手托着腮，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弗雷雅开口问道：“你看起来很沮丧，发生什么事了吗？”洛维娜猛地惊醒：“没有，老夫人。”洛维娜心想：糟了，光顾着想那个锁的事，完全忘了自己正陪在老夫人身边。弗雷雅看着他说道：“我听温斯莱特夫人夸奖了你，才特意叫你过来，想当面称赞一番。结果你却像个小老头一样，一直在那里叹气。看你也没什么胃口，干脆把这些点心都撤走吧。”侍女走上前准备端走点心架，洛维娜急忙伸手拦住：“不，我很好。”洛维娜大口吃着点心。弗雷雅看着他问道：“味道好吗？”洛维娜用力点头回应道：“非常非常好吃。”弗雷雅微笑着说道：“我听说你帮了西摩很大的忙。”洛维娜有些不好意思地回应道：“那没什么特别的。”弗雷雅手里拿着一支黄玫瑰，说道：“本质上，一枚金币对每个拥有它的人来说都有不同的价值。你做得很好，洛维娜。对不同的人来说，人的价值也是不同的。重要的是减掉必须减掉的部分，并接受必须接受的部分。回忆往事也是如此。”弗雷雅看着满屏的花朵说道：“一如既往，第一次总是最难的。正因为知道无法回头，你才能做到这一点。一旦你接受了它，从那时起，一切都会变得容易得多。”洛维娜放下手中的叉子问道：“那么，老夫人，您也有过那样的第一次吗？”老夫人平静地回应道：“当然有。”洛维娜，难道不是你把它交给我的吗？洛维娜愣住了。我，弗雷雅微笑着说道：“是的，虽然现在的你还很难理解，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沉重的话题就到此为止吧。你能帮我办件事吗？请把这个花瓶送到罗斯的房间里去。”洛维娜立刻站起身回应道：“当然没问题，老夫人。”洛维娜抱着花瓶走出房间，虽然不太明白老夫人的深意，但能感觉到那是出于好意，真是松了一口气。这简直太完美了！我本来就打算趁着在海沃斯府的时候，再去罗斯的房间看看。洛维娜推开沉重的大门，打扰了。这里是罗斯来到萨默塞特家之前居住的房间，所以这里也可能藏着什么线索。洛维娜小心翼翼地走向桌子，放在这里就可以了吧？她将花瓶稳稳地安放在桌面上。洛维内在桌角发现了一把金色的钥匙，这种地方怎么会有钥匙？他急忙跑回弗雷雅的房间。老夫人，老夫人！弗雷雅放下茶杯问道：“怎么了？”洛维娜举起手中的钥匙问道：“您知道这把钥匙吗？这是在罗斯的房间里发现的。”弗雷雅看着钥匙解释道：“那是罗斯房间里的东西，我们在海沃斯府找遍了，也没发现能匹配的锁，所以就一直把它放在那里。”洛维娜心头一震，海沃斯府里没有匹配的锁，那我可以借用这把钥匙一段时间吗？弗雷雅大方地回应道：“你拿去吧，反正这里也没有能用它的地方。”小孩子却实会对这种东西感兴趣。洛维娜高兴地跳了起来：“真的吗？太感谢您了！”洛维娜盯着手中的钥匙，心想：也许这把钥匙能打开萨默塞特府里的那个抽屉，如果里面藏着罗斯和昆廷的秘密就好了。洛维娜带着丹特来到房间里，丹特看着他问道：“所以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用这把钥匙一起打开这个抽屉？”洛维娜蹲在抽屉前：“没错，就是这样。”洛维娜看着丹特的神情，这对丹特来说会不会太沉重了？万一打开之后，里面的内容只会让他受到更深的伤害怎么办？也许我应该晚点一个人偷偷来确认。洛维娜立刻收起钥匙：“不对，那样太无聊了，我们还是出去玩吧。”丹特低声回应道：“不。”洛维娜愣住了。哎，丹特看着洛维娜说道：“我想确认一下，我想找出真相，想知道我的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洛维娜有些担心地问道：“你确定吗？里面可能会有关于昆廷大人的负面信息。”丹特蹲下身子：“没关系，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即使这会让我看到父亲不为人知的一面，我也想知道真相。”洛维内点了点头回应道：“好吧。”他深吸一口气，拿着钥匙对准了那个玫瑰锁扣。那么，我们真的要打开它了。随着清脆的金属撞击声，锁被打开了。洛维娜和丹特一起凑近抽屉，看着里面的东西。这是一封信。抽屉里静静地躺着一个信封，上面盖着红色的火漆印。信封的正面写着：“致罗斯·海沃斯小姐。”而在信封的落款处，清晰地签着一个名字：昆廷。西摩坐在书桌前处理着文件。我的名字到底改了多少次？第一次改变完全是因为父亲的意愿，也就是前任萨默塞特公爵。父亲与海沃斯家族关系密切，他与前任海沃斯侯爵达成了一项协议。萨默塞特公爵家有2个儿子，而海沃斯侯爵家只有1个女儿。协议的内容是让次子西摩入赘海沃斯家族。既然长兄注定要继承萨默塞特公爵的爵位，与其让我一无所有，父亲打算把我送往海沃斯家族，以此让我获得一个头衔。也许这是他为次子的未来所做的决定，但对于年幼的我来说，这感觉就像是被父亲、被整个家族抛弃了。即便去了海沃斯，我依然是一个局外人，过着一种无处归依的生活。让像我这样的人最终在这里扎根的契机是……罗斯看着西摩说道：“
我们结婚吧，西摩。不是因为长辈们定下的家族协议，而是因为我真心想和你在一起。西摩。西摩看着罗斯问道。罗斯。罗斯继续说道，我会成为你可以皈依的地方，我会留在你身边，让海沃斯成为你的家。你愿意和我结婚吗？那一天的记忆依然清晰，你的体温，握着我的双手，对我微笑时的调皮声音。罗斯抱住西摩问道，你的回答呢？你会接受的吧？是罗斯。罗斯是我皈依的地方，是我所属的地方，也是我活下去的理由。没想到罗斯竟然背着我隐藏了秘密，而且还是和我的亲哥哥一起。西摩放下手中的笔，我本该追随他到最后一刻，永远不要发现罗斯和昆廷的私情。西摩用手遮住双眼，如果我死在他之后，或许就不会这么痛苦了。房门被推开，洛威娜跑进房间喊道，公爵大人，已经到睡觉时间了。真不敢相信，您竟然还在工作，快点把东西收好，快起来。西摩站起身回应道，好，我知道了。洛威娜拉着西摩往外走，快点，如果我不在这里，您又要熬通宵了，对吧？西摩看着洛威娜，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仔细想来，每当我陷入阴郁的思绪时，他总是会出现。起初，他这种频繁的造访只让我感到烦人，但现在我甚至已经习惯了这种日常，真是荒谬。洛威娜拍了拍床铺说道，好了，现在躺下。西摩顺从地躺在床上，不要像上次那样读着读着就先睡着了。洛威娜回应道，别担心，公爵大人，您一定会喜欢今天的故事的。西摩看着他说道，那种事怎么可能发生？他担心我的样子莫名地令人钦佩。现在这种幼稚的睡前故事时间已经成了我唯一能让思绪平静下来的时刻。洛威娜说道，好了，现在闭上眼睛。西摩闭上双眼，真是奇怪，这明明只是一个平庸乏味的童话故事。洛威娜翻开书页说道，那我要开始读了。亲爱的罗斯，海沃斯女士，这是我第一次通过信件向您致意。西摩猛地睁开眼睛，一封信。洛威娜继续读道，我写这封信是为了向您道歉，为了上次在费尔丁港口不告而别的事情。西摩坐起身，这是什么？洛威娜继续读着信的内容。正如您所料，我正深陷债务之中。西摩看着洛威娜问道，洛威娜，能把那封信给我看看吗？洛威娜微笑着回应道，给您。西摩接过信纸，目光落在那些字迹上。我前往费尔丁港口的原因是为了向塔尔伯特侯爵借钱，虽然这很丢脸，但我想要不依靠家族独立站稳脚跟，所以没有告诉任何人。当然，如果我告诉了西摩，他一定会帮忙的。但作为他的哥哥，承认自己的失败让我感到羞耻，所以请暂时对西摩保守这个秘密。多亏了您当时提供的资金，我才得以扑灭眼前的火。谢谢您。从您这样的女士那里获得帮助确实令人羞愧，但我不会忘记这份恩情。西摩看着信纸上的字迹，那是他哥哥昆廷的笔记。另外，西摩在继承萨默塞特遗产方面似乎会遇到困难，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讨论这件事。您能让西摩近期抽空去一趟格雷厄姆或者萨默塞特领地吗？如果这很困难，仅由您过来一趟也可以。如果您愿意配合，我会尽全力确保西摩获得他应得的那份遗产。我想和西摩公平地分配家产，父亲一定也希望如此。当然，现在谈论继承权似乎还有些早，但我还是想让他知道这是他应得的。西摩看着信件，脸上露出了复杂的神情。作为兄长，我没能为他做过什么，所以至少在这件事上我应该尽到责任。有时候看着西摩，我会感到难过，因为他表现得就像没有哥哥一样。他从小就是一个形单影只的孩子，我没能做到。但夫人，请您务必长久地留在西摩身边。西摩将信纸紧紧贴在胸口，那是来自昆廷写给罗斯的信。西摩伏在床上，发出了压抑的哭声。洛威娜坐在一旁看着他，公爵大人甚至无法放声大哭，这和丹特当时的反应一模一样。年幼的丹特跪在地上，手里紧紧抱着那些信件。洛威娜看着丹特说道，丹特，你的父亲真的是个很好的人。丹特转过头回应道，他真的是个很好的人。西摩抱着信纸低声说道，谢谢你，洛威娜。西摩抱住洛威娜，将头埋在她的肩头。洛威娜轻拍着西摩的背。在原本的故事直到百合枯萎中，西摩因为这次事件本该成为隐藏的反派，他被自己最爱的人们背叛，最终走向堕落。但因为我的介入，杰登的阴谋被提前阻止了。西摩对罗斯和昆廷的深重误解现在终于被化解了，这是否意味着阻止公爵成为隐藏反派的计划已经顺利达成了？我亲眼见到的西摩在失去罗斯后一直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但现在的他或许能够获得真正的平静。洛威娜看着正在喝茶的西摩，他本就不是原著中描述的那种恶毒之人。如果西摩现在能清醒过来，要是他能提前引进百合病的疗法，那就太好了，一切真的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对吧？阴影中传出磨牙的声音。洛威娜，杰登躲在暗处，死死盯着前方。洛威娜，惠特菲尔德。几天后，阿克塞尔看向洛威娜说道，恐怕不行，小姐，公爵大人今天有很多工作，又要加班到很晚了。自从杰登被监禁后，公爵大人一直在处理善后工作，还要兼顾副总裁的职务，所以这段时间他都会整天待在公司里。洛威娜问道，他真的那么忙吗？阿克塞尔回应道，是的，他还让我转告您，很抱歉不能遵守和您的约定。洛威娜捂住脸颊，怎么会这样？难道他忙到我连见他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吗？今天我发现百合病的斑点扩散了，虽然还没有其他症状，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恶化。洛威娜心想，我正打算给他一些暗示，好让他去拿药，但如果见不到公爵，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了。他苦恼地抓着头发，我完全没料到会变成这样。一人侍从问道，
那么今年难道又要让公爵大人的生日就这样过去吗？阿克塞尔回应道，看来是这样，照目前的情况看，很难庆祝生日了。洛薇娜愣在原地，公爵的生日？侍从继续说道，是的，就在不到2周后。去年因为气氛不太对，我们甚至没敢提起这件事。今年我想着，既然您在这里，或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但照这个进度看，恐怕又要直接过去了。洛薇娜站在原地，让生日这么重要的日子就这样溜走，那也太寂寞了。她握紧拳头，绝对不行，我要为他庆祝生日。洛薇娜兴奋地想到，这样我就有机会见到公爵了。她猛地推开房门，正在看书的丹特吓了一跳。洛薇娜，你又怎么了？洛薇娜大声喊道，大事不好了，丹特，公爵大人的生日快到了。丹特惊讶地站起身，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洛薇娜走到他面前，所以我们才要庆祝啊，让我们为他准备一个特别的生日派对吧。我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丹特，你只要跟着我做就行了。丹特有些迟疑地问道。但是洛薇娜，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为我叔叔做到这种地步？洛薇娜笑着回应道，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啊，家人本来就应该互相照顾。他闭上眼睛，而且洛薇内在心中盘算着，如果我这么做了，公爵大人一定会更加关注患有百合病的我，到时候他肯定会想尽办法为我找来解药。两人来到了街上的面包店，洛薇娜对店员说道，请给我一个糯米面包。丹特，你真的不要吗？丹特回应道，你点你自己的就行。洛薇娜接过面包说道，谢谢。两人坐在喷泉边的长椅上，洛薇娜大口咬着面包，她在心里感叹道，幸好成功说服了丹特陪我出来，竟然还领到了免费的糯米面包。洛薇娜一边嚼着面包一边想到，而且多亏他是格雷厄姆家族的直系继承人，就算没有大人陪同也能自由出入。丹特坐在旁边，洛薇娜，我们到底还要在这里待多久？我们不是要准备叔叔的生日派对吗？洛薇娜回应道，没错，没有礼物的生日派对是不完整的。丹特看着他说道，那我们现在不应该去买礼物吗？洛薇娜笑着点头，正是如此，所以我们现在就在等那份礼物出现，那是公爵大人此刻最需要的礼物。丹特一脸困惑，洛薇娜，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所以你已经有主意了？洛薇娜肯定的回答，没错。丹特继续追问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礼物，需要我们亲自在这里等？洛薇娜咬了一口面包，这还是个秘密，连你也不能告诉。丹特，既然决定要送一份特别的礼物，丹特叹了口气，所以你是在计划某种惊喜？洛薇娜用力点头，丹特无奈地说道，即便如此，你至少也该给我一点提示。洛薇娜突然站起身，看向远处，街道对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喊声，嘿，瑞，你要去哪？洛薇娜盯着那个跑远的身影，找到了。不远处的巷口，一名男子正对着同伴说道，今天又要出去收集吗？瑞回应道，我先走了。洛薇娜猛地站起身，就是他，公爵大人的生日礼物。丹特一脸困惑，哈？洛薇内在心里想到，长得和小说里描述的一模一样，我还担心认不出他来呢。看来这附近真的有一家他经常光顾的赌场。瑞，卡斯特罗，著名艺术家家族，卡斯特罗家的3儿子。在7年后的未来，他将为会计界带来巨大的变革，成为那个时代的会计天才。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他进入会计领域之前，他是家族中被彻底放弃的败类。在卡斯特罗家族突然没落后，瑞急匆匆地进入了伊甸园工作，那是男主角瓦伦丁的公司。一旦他在伊甸园开始工作，他便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计算方法，并将其应用到工作中。这种方法彻底改变了现状。得益于瑞的加入，伊甸园的会计效率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正因如此，伊甸园的势力再次扩张，与西蒙公爵产业之间的差距也随之越拉越大。所以在瑞还没有加入瓦伦丁的公司之前，他绝对能成为西蒙公爵的强大助理。瑞正对同伴说道，我晚点再解释。同伴回应道，好吧。洛薇娜看着瑞走远，哎呀，再待在这里就要跟丢了。他拉起丹特的手向前跑去，我们不能错过他，快走，丹特！丹特踉跄着跟在后面问道，就这样冲过去吗？你认识他吗？洛薇那头也不回的答道，不认识，但我们很快就会认识了。丹特满脸困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两人悄悄跟进了一条阴暗狭窄的巷子，脚步声在寂静的砖石路面上回荡。丹特压低声音说道，洛薇娜，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危险。洛薇娜竖起手指放在唇边，嘘，安静点，丹特，我们现在正在跟踪他呢。丹特不解地问道，我们为什么要追那个男人？洛薇娜凑到他耳边低声说道，他就是送给公爵大人的生日礼物。丹特震惊地瞪大了眼睛，那个男人是礼物？不管怎么看，他都像是个麻烦人物。丹特看向洛薇娜说道，大人们说过绝对不能进这种后巷，而且这附近还有赌场。他看着不远处正在交谈的男人们，那些人肯定就是大人们说的罪犯和坏人。看那张可怕的脸，还有伤疤和纹身。丹特担忧地想到，如果他们发现我们是贵族怎么办？我们可能会陷入真正的危险，被盯上或者被绑架卖掉。他神色凝重地看向洛薇娜，我真的说服洛薇娜回去。丹特开口说道，那个洛薇娜，我真的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洛薇娜指着前方喊道，他进去了。他抓起丹特的手，快跟上！丹特惊叫道，等一下！洛薇娜拉着他向前跑去，快点！他猛地推开沉重的大门，巨大的声响在昏暗的空间内回荡。洛薇娜站在门口喊道，打扰了！昏暗的室内烟雾缭绕，几个男人正围坐在桌前赌博。洛薇娜有些紧张地说道，我在找
赌场内光线昏暗，桌上散乱着纸牌和金币，沉重的敲击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一名赌客抬起头，这是哪来的小鬼？另一人也跟着起哄，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地方？现在的毛头小子真是不知廉耻。洛威娜和丹特靠在一起，看着周围那些身材魁梧、面色阴沉的男人，洛威娜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在找一个人。”洛威娜在心中惊呼：“好可怕！”洛威娜捂着嘴问道：“我们该怎么办？”丹特低声回应道：“看吧，我就说这里很危险。”洛威娜看着前方说道：“但我们不能就这样回去。”两人正要迈步，却突然停了下来。一个高大的男人挡住了去路。洛威娜惊慌地喊道：“放开我们！我们一点都不好吃！”丹特也跟着喊道：“对不起，我们是不小心进来的。”瑞走上前来，看着他们说道：“原来是你们两个。”他抽着烟，继续说道：“从刚才起就一直跟着我的小鬼们。”瑞掐灭了烟头：“没错，出身名门的少爷和小姐，你们已经跟我很久了。”丹特和洛威娜并排坐在高脚凳上，两人显得有些局促不安。瑞站在他们面前问道：“所以，为什么两位尊贵的贵族要一直跟着我？看样子你们是第一次来这种危险的地方。你们找我有事吗？”洛威娜支支吾吾地回应道：“其实我是听到了关于你的传闻，才特意来找你的。”瑞追问道：“听到了什么？”洛威娜大声说道：“听说大叔你是个天才。”瑞愣在原地：“什么？”他指着自己确认道：“天才？我吗？”洛威娜点着头说道：“别装傻了。我们在过来的路上，听那些看起来很凶的人都在议论你，他们说你在这个赌场里从来没有输过，这不就是天才吗？”洛威娜凑近了一些：“你就是个天才。”瑞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不，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脑子转得比别人快一点点而已。”他挺起胸膛，故作谦虚地说道：“没什么，只是能记住几张牌而已。”洛威娜开心地喊道：“哇，那也太帅了！”他在心里暗自庆幸：“太好了，我的夸奖战术奏效了，只要现在能甜言蜜语地把他骗回家就行了。”他满脸期待地看向瑞说道：“所以天才大叔，我有一个请求。”瑞清了清嗓子，故作镇定地回应道：“什么请求？说来听听。”洛威娜凑上前问道：“你愿意来我们家工作吗？”瑞愣住了，沉重的大门在丹特和洛威娜面前紧紧关闭。洛威娜站在门外，整个人陷入了消沉。我竟然被拒绝了。他捧着脸，虽然我知道他现在还处于流浪阶段，不会马上答应，但我没想到他会拒绝的这么干脆，甚至还把我们赶了出来。就在刚才，瑞拎起丹特和洛威娜：“喂，把这两个小鬼扔出去，以后别再让小孩进来了。”守卫恭敬地回应道：“遵命，先生。”洛威娜心中焦急万分，他打算让我们再也无法踏进这里一步。现在该怎么办？如果就这样结束，卡斯特罗家族就会像原著中那样没落，瑞也会去为男主角瓦伦丁的公司效力，到时候萨默塞特的财政会彻底崩溃，我的解药也会被推迟。洛威娜陷入了对未来的担忧。解药？那是我的解药啊！丹特拉了拉洛威娜说道：“走吧，我们回去。”洛威娜抱着头哀嚎，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丹特看着他说道：“洛威娜，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把那个男人带回萨默塞特，但要不还是放弃吧，反正他看起来对我们一点也不友好。我们还是去买一份正经的生日礼物吧，比如艺术品之类的怎么样？如果是小件的作品，我们的零用钱应该够买。”洛威娜猛地抬起头：“艺术品？”他抓着丹特的肩膀喊道：“丹特，就是这个！”丹特被吓了一跳。哈！洛威娜兴奋地自言自语：“我怎么早没考虑到这一点？既然在这里见不到瑞，他看向远方说道：“那我们就直接去找他。”直接去卡斯特罗家族。两人来到了卡斯特罗家族的府邸。洛威娜看着庭院里的雕塑，感叹道：“看，那个真的很漂亮。”他一边走一边观察着四周，这里毕竟是有名的艺术家家族，果然名不虚传。洛威娜看向身旁的丹特问道：“丹特，你以前来过这里吗？”丹特回应道：“虽然两家确实有往来，但没有大人陪同就过来，还是第一次。我们这次拜访太突然了，幸好报上格雷厄姆家族的名号后，他们愿意让我们进来。”洛威娜笑着说道：“看吧，跟着我来准没错。”一名女仆推开沉重的大门，说道：“两位请进。”洛威娜走进大厅，哇！整座府邸内部金碧辉煌，墙壁与天花板布满了精美的浮雕与壁画，宛如一座巨大的艺术展馆。戴安娜站在大厅中央，看着走近的两个孩子，说道：“见到你们很荣幸。你们说自己来自格雷厄姆家族？”丹特和洛威娜停下脚步，戴安娜微微欠身，自我介绍道：“我是戴安娜，卡斯特罗家族的二女儿。”丹特行礼回应道：“我是丹特，格雷厄姆。”洛威娜也跟着行礼说道：“我是洛威娜，惠特菲尔德。”戴安娜露出惊喜的神情：“啊，你就是白玫瑰的那个模特对吧？”洛威娜惊讶地问道：“是的，您是怎么知道的？”戴安娜笑着解释道：“奥伯特是我叔叔的学生，关于你的事情，现在可是城里的热门话题呢。”洛威娜在心中暗自窃喜，竟然有人认出我了，这种感觉真棒。戴安娜转过身：“你们说想看艺术品对吧？我来为你们带路。”戴安娜领着两人走进一间陈列室，指着前方的雕像说道：“这些是我亲手雕刻的作品。”随后他又指向另一边的墙壁：“那边是我哥哥卢卡斯的画作。”戴安娜一边走一边问道：“你们是想找一份送给萨默塞特公爵的礼物，对吗？”洛威娜点头回应道：“是的，没错。不过戴安娜小姐，我有一件事很好奇。”戴安娜温和地说道：“请尽管问吧。”洛威娜看着他问道：“我听说卡斯特罗家族有三兄妹，但您刚才只向我们展示了您和卢卡斯大人的作品。”戴安娜停下脚步，神情变得有些僵硬。“瑞，那个孩子不创作任何作品。”洛威娜追问：“为什么？”戴安娜垂下眼帘：“老实说，我也不知道。
既然是卡斯特罗家族的一员，理所当然应该学习艺术，并以创作为荣，视其为使命。戴安娜叹了口气，但她却整天在外面游荡，像个无所事事的贵族浪荡子一样。虽然作为亲人很难开口，但她确实是个让人蒙羞的孩子。有时候，有些命运连神灵都会选择背弃。洛薇娜看着戴安娜的背影，在心中暗自思忖：原来瑞在自己家里一直遭受着这样的对待。她回想起在赌场被赶出来之前的情景，那时候洛薇娜曾极力劝说：我们不是什么可疑的人，我们来自萨默塞特家族，并不是想让你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只要你肯来看看，就会明白的。当时那个瑞只是冷淡地回应道：如果只是这些，我没兴趣，我不和贵族打交道。洛薇娜终于明白了瑞为什么总是徘徊在外面，她抬起头看向前方喊道：戴安娜小姐，我已经决定好要买什么了。戴安娜有些惊讶地转过身问道：这么快吗？你还没看完所有的作品呢。她微笑着继续说道：请告诉我吧，你想买哪一件？洛薇娜神情坚定地说道：瑞卡斯特罗。戴安娜愣住了，你说什么？洛薇娜露出灿烂的笑容，我想买下这个家族的瑞卡斯特罗。瑞独自站在露台上，我不想进去，让我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刚才那些小鬼让我的心情变得更糟了。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洛薇娜的身影，洛薇娜正凑在他面前，你要不要来我们家工作？瑞睁开眼，眼神中透着阴郁，看不起人也该有个限度，在家里被轻视已经够痛苦了，现在连那种小鬼都敢瞧不起我。记忆的碎片开始在他脑中翻涌，那是他年幼的时候，无数纸张在空中飞散，长辈的责骂声震耳欲聋。算术成绩好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抄不好吗？你真的是卡斯特罗家族的人吗？年幼的他站在散落一地的纸张中间，低着头不敢出声。母亲站在他面前，天哪，我们家族从来没有出过这么没用的人，无论是写作、绘画还是雕刻、作曲、歌唱或是舞蹈，我这个背负着瑞卡斯特罗之名的人，却与艺术彻底绝缘。在一个艺术家世家，如果没有任何艺术天赋，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餐桌上，长辈看向戴安娜，赞许道：戴安娜，我听说你的雕刻作品这次又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你又拿奖了，做得好。戴安娜回应道：谢谢，我会继续努力的。瑞坐在餐桌旁，低头看着盘子里的食物，在这些才华横溢的兄弟姐妹之间，我快要窒息了。长辈转头看向瑞问道：那么，瑞，你还在无所事事地游荡吗？难道你不觉得你应该找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吗？瑞沉默不语，我所做的一切，在他们眼里都是在虚度光阴，既可悲又可笑。长辈冷冷地说道：可悲的孩子，你打算把时间浪费在赌博上到什么时候？你也需要为卡斯特罗家族做出贡献。艺术到底有什么难的，能让你挣扎成这样？你该不会是打算一直这样丢我们家族的脸吧？如果你没有天赋，至少也该付出努力。长辈最后问道：如果你对任何事情都找不到乐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你这样子还敢自称是卡斯特罗家族的人吗？瑞站在走廊里，我想离开这个痴迷于艺术的贵族家庭。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自己有多么无能，连唯一让他觉得有点意思的赌博也变得无聊了。我不知道还要在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多少时间。瑞的手搭在门把上，我真的很讨厌我的家人，但我也想找到像他们那样有意义的事情，我也想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年幼的他曾站在写满复杂公式的黑板前，那是他唯一擅长却被家族视为无用的领域。瑞推开沉重的大门，戴安娜立刻迎了上来，她拍着手说道：欢迎回家。瑞，我全都听说了。瑞愣在原地问道：听说了什么？你在说什么？戴安娜凑近他说道：萨默塞特公爵认可了你的才华，你们以后要一起工作了。瑞满脸疑惑地回应道：什么？萨默塞特？你在说什么？戴安娜笑着说道：别装作不知道了，我全都听说了，他们现在还在里面，快去打个招呼。瑞神色慌张地问道：不，姐姐，你到底在说什么啊？戴安娜拉着瑞走进客厅，快点过来。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两个孩子，洛薇娜端着茶杯，笑着说道：哦，你来啦。瑞看着眼前的两人，又是你们两个。洛薇娜放下茶杯说道：我们刚才还在想你什么时候会到呢，我们已经和戴安娜小姐谈好了。瑞走向沙发问道：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他转头看向戴安娜：你们对我姐姐说了什么？戴安娜安抚道：不是那样的。瑞，他看着瑞继续说道：我是从这些孩子那里听说了关于你的事情。瑞愣住了，关于我？时间回到几个小时前，洛薇娜站在戴安娜面前，大声宣布道：我想买下卡斯特罗家族的瑞卡斯特罗。戴安娜惊讶地问道：抱歉，你说的太突然了，买下瑞这是什么意思？洛薇娜兴奋地解释道：是的，我的意思是，我想为萨默塞特公爵的公司挖掘瑞，我们可以提供非常丰厚的薪水。丹特凑到洛薇娜耳边低声提醒道：洛薇娜，你不能就这样自作主张。洛薇娜有些慌乱地改口道：那个我是说，通过正式的实习期，如果他表现出色，就可以转为正式员工。戴安娜面露难色地回应道：我很感谢你的提议，但是瑞在设计方面并没有天赋。萨默塞特公爵，如果瑞给公爵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那后果会很严重。我知道你们开始了服装生意，所以我理解这份邀请，但也许换成别人会更好。我可以给你们推荐其他人选。洛薇娜急忙打断道：不是关于设计，我想让瑞负责会计工作。戴安娜小姐，你应该知道瑞非常擅长算术吧？戴安娜愣住了，会计工作的邀请，而不是服装设计。她陷入了沉思。如果父亲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数学这种东西，对于出生在艺术家家庭的人来说，艺术家应该以艺术为荣，并以创作为己任。洛薇娜看着戴安娜问道：戴安娜小姐，你为什么要搞雕刻呢？戴安娜回答道：我吗？
那是因为我喜欢雕刻。戴安娜说道，思考如何创作并将它赋予生命的过程非常令人愉悦。当我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时，会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洛薇娜问道：“那么，戴安娜小姐，你见过瑞在做算术时的表情吗？”戴安娜愣住了。瑞的表情？洛薇娜肯定地说道：“没错，瑞的表情。”戴安娜陷入了回忆。瑞的表情，他当时是什么样子的？那是深夜，戴安娜路过书房，发现门缝里透出光亮，她悄悄推开门向里看去。洛薇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当瑞处理数字时，他一定感受到了和你一样的心情。戴安娜小姐，并不是他没有才华，他只是拥有着与卡斯特罗家族不同的才华。”戴安娜看着书房里的瑞，他正坐在桌前专注地写着什么，神情是前所未有的认真与投入。洛薇娜继续说道：“你刚才说你在雕刻时感到很幸福，对吧？”戴安娜陷入了沉思。瑞在做数学题时的表情是什么样的？洛薇娜微笑着看向戴安娜。我想，在那样的时刻，瑞看起来和你很像。戴安娜小姐，如果你是因为艺术能让你快乐才去创作，那么瑞也只是单纯的享受计算的过程。洛薇娜走近戴安娜，仅仅因为那不是艺术就拒绝她，难道不是太令人难过了吗？戴安娜看着洛薇娜，心中泛起一阵涟漪。那个孩子也有他自己热爱的事情啊。戴安娜回过神来，伸手扶住他的肩膀，说道：“你从小就很擅长算术，让这样的才华白白荒废掉，实在是太可惜了。”戴安娜露出温柔的笑容，这或许是一个能与萨默塞特公爵共事的好机会。你可以尽情发挥你的才华。瑞看着姐姐，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才华？我根本没有那种东西。姐姐，你也知道我。戴安娜看着瑞说道：“我曾以为艺术就是一切，但我的想法太狭隘了。瑞，我希望你能体会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的成就感，那不一定非要是艺术不可。”瑞沉默着，神情有些动摇。洛薇娜从一旁探出头说道：“所以，那个，你要来萨默塞特吗？”瑞愣住问道：“什么？”洛薇娜笑着说道：“温馨的家庭和解固然很好，但对我来说，现在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会让你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而且我们还会帮你赚很多钱。”洛薇娜急忙补充道：“当然是在完成实习流程之后，请务必和我们一起走吧。”戴安娜微笑着看向瑞。洛薇娜继续喊道：“为了萨默塞特，为了我的治疗。”瑞看着眼前的景象，无奈地叹了口气。瑞沉默片刻后说道：“好吧，我至少会尝试一下。”洛薇娜惊喜地喊道：“真的吗？”她开心地欢呼起来：“我成功说服卡斯特罗了！”瑞看向洛薇娜问道：“那我们现在是要立刻去见萨默塞特公爵吗？”洛薇娜竖起手指说道：“在见他之前，我有一个计划，想听听看吗？”2周后，公爵府邸开始为公爵筹备盛大的生日宴会，这一切都是按照府邸新晋的小女主人洛薇娜的意愿进行的。仆人们在忙碌地布置会场。一名厨师看着精美的甜点，问道：“这个蛋糕应该没问题吧？”另一名厨师回应道：“只要洛薇娜小姐喜欢就行。”2名侍从在一旁低声交谈：“如果公爵大人直接又出门了怎么办？洛薇娜小姐会很失望的。我知道，我也在担心这个。他为了这次宴会付出了这么多努力，但公爵大人今天也很忙，恐怕只能抽出一点点时间。”丹特拿着气球走在楼梯上，洛薇娜坐在台阶上努力吹着气球。侍从看着这一幕，继续说道：“即便公爵大人比以前温和了些，也很难想象那个刻板的男人会享受这种场合。我只希望他不要抱太大期望。等公爵大人离开后，我们要立刻陪他玩耍，不能让他感到失落。”另一名侍从笑着握拳打气，全心全意照顾孩子，确实有点累人呢。突然，一名侍从急匆匆地跑来喊道：“公爵大人刚刚通过了大门，他随时都会到这里。”洛薇娜也放下了手中的气球。大家都听到了吧？在公爵大人到达之前，嘘！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公爵走到了门前。洛薇娜盯着大门，压低声音指挥道：“准备，数到3就开始。2、1！”大门被推开，五彩缤纷的彩带在空中炸开，纷纷扬扬地落在西摩身上。西摩站在门口，看着满地的彩带和欢庆的装饰，这是在做什么？洛薇娜扑过去抱住西摩：“公爵大人，生日快乐！”西摩愣在原地，看着挂在自己额头上的彩带，原来这就是他们说有急事催我赶快回家的原因。一旁的侍从看着这一幕，就是这样，生日可是个重要的日子，一定要好好庆祝才行。洛薇娜抬起头看向西摩说道：“这是我和丹特一起准备的。”西摩看向不远处的丹特问道：“你们2个一起？”丹特站在台阶下：“是的，我们想为您庆祝生日，我其实没做什么。”西摩看向丹特回应道：“你也帮了不少忙，丹特，谢谢你。”丹特避开视线说道：“没什么，我只是按照洛薇娜说的去做而已。”洛薇娜观察着丹特，他是在害羞吗？说起来，他们叔侄2人的关系一直都不怎么亲近，但其实，在内心深处，他们比任何人都要在意对方。洛薇娜暗自下定决心，这种时候，我必须帮帮他们。洛薇娜朝丹特招手喊道：“丹特，你也快过来！”丹特有些局促地走上前。洛薇娜拉着丹特对西摩说道：“用气球装饰派对可是丹特的主意，是不是超级漂亮？我们2个为了把气球挂上去费了好大劲呢。”丹特站在西摩身边，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洛薇娜继续兴致勃勃地说道：“而且丹特还为您准备了一封信，公爵大人，他昨晚熬了整整1个通宵在写呢，您一定要看。”丹特瞬间涨红了脸，大声喊道：“喂，为什么要说那个？”洛薇娜理直气壮地回应道：“有什么关系吗？这种事情就是要说出来才行。”丹特垂下头，小声嘀咕道：“我本来还想重写的，因为字迹太难看了。”西摩看着身边的2个孩子，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西摩伸出手，将洛薇娜和丹特一起揽入怀中。谢谢你们两个，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生日礼物，多亏了你们，我才能像现在这样露出笑容。丹特靠在公爵怀里，叔叔能喜欢真是太好了。洛薇娜从公爵怀里探出头，公爵大人，我们甚至还没开始送礼物呢，您可以好好期待一下。西摩有些惊讶地问道：“所以刚才那些还不是礼物吗？”他看向门口说道：“你们可以进来了。”随着西摩的话音落下，沉稳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洛薇娜看着走进来的身影，说道：“我们为公爵大人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瑞走了进来，他头上戴着巨大的向日葵头饰，脖子上系着夸张的粉色蝴蝶结，身上还挂着写有祝贺语的缎带，整个人显得局促不安。瑞弯下腰，大声喊道：“萨默塞特公爵大人，祝您生日快乐！”洛薇娜和丹特一左一右的围在瑞身边。公爵看着眼前这幅滑稽的景象，沉默了片刻，问道：“你是哪位？”瑞挺直腰板回应道：“我是卡斯特家族的三子，瑞是洛薇娜小姐亲自挖掘并带回萨默塞特府邸的，以后请多多指教。”西摩疑惑地重复道：“挖掘？”他转头看向洛薇娜问道：“洛薇娜，这是怎么回事？”洛薇娜笑着解释道：“公爵大人最近一直忙于工作，所以我找了一个能帮您处理那些繁琐事务的人。瑞的数学真的非常厉害，所以您觉得我的这份礼物怎么样？”西摩扶着额头陷入了沉默，到底该从哪里开始吐槽才好？既然他是出于好意才这么做的，现在直接责备他似乎也不太合适。西摩叹了口气说道：“谢谢你能这样为我着想。”他心中暗自感慨，养育孩子原来是这么累人的事情吗？管家在一旁低声问道：“公爵大人，您确定要留下他吗？”公爵揉着太阳穴回应道：“先给他安排一个职位吧。”尽管引起了不小的骚动，瑞最终还是进入了萨默塞特家族的企业开始工作。起初，员工们对这位贵族出身的新同事感到十分困惑，但很快他们就被瑞对工作的狂热程度惊呆了。两名职员端着咖啡看着远处的瑞，其中一人惊讶地说道：“瑞先生看起来是真的非常享受工作啊！我们考虑到他是新人，特意只分配了一点点工作量，结果他却说发现了可以改进的地方，开始重新审查所有的相关数据。”瑞埋头在文件堆里飞快地计算着，如果把这个公式改成这样，就能节省大量的时间。没想到这里竟然有这么多需要修正的地方。职员们无奈地交谈着，虽然听说他来自艺术世家，但他简直是把艺术灵魂全都倾注到会计工作中去了。虽然不太理解，但他绝对是个工作狂。公爵突然安插一名员工进来，一定有他的深意。多亏了这种误解，瑞的能力比预想中更早得到了认可。西摩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报表，问道：“所以你是说这些全都是你一个人做的？”瑞自信地回应道：“是的，没错。事实上，只要修改这个繁琐公式中的一部分，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简单。为了确保实际操作中不出问题，我已经在所有地方都应用并测试过了，所以才花了点时间。但是您看，现在计算起来是不是容易多了？”瑞指着报表继续说道：“如果按照这个进度，我们毫不夸张地可以在4天内完成原本需要10天的工作量。”西摩低声评价道：“这确实比以前高效得多，很久没见到能把工作处理得这么妥当的人了。”不久之后，瑞获得了晋升，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洛薇娜来到办公室，哇，所以这间办公室现在属于瑞了吗？瑞恭敬地回应道：“这全都要感谢您，洛薇娜小姐。多亏了这次机会，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无法用言语表达我最近有多么幸福。只要想到如何更高效地研究并找到答案，我就感到无比快乐。”瑞神采飞扬地说道：“数学隐藏在这个世界的万物之中，寻找答案的过程真的非常有成就感。”洛薇娜看着他开心的样子，虽然不太理解他为什么对这些东西如此着迷，但还是微笑着回应道：“看到你这么开心，真是太好了。”洛薇娜有些担心地问道：“其他员工没有说什么吗？比如觉得你是靠关系进来的？毕竟你甚至还拥有了这么漂亮的办公室。”瑞摆了摆手回应道：“完全没有，大家都非常欢迎我，他们甚至主动帮我把所有的文件都搬了进来，还催促我赶快开始工作。”瑞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数学真的是一种美丽的语言，你不觉得那些最初看起来杂乱无章的事物，在深入研究后显现出规律的样子非常神奇吗？我真的很后悔现在才开始做这份工作，想到这个世界不能没有数学，难道不令人感动吗？”洛薇娜暗自感叹，看来府邸里又多了一个工作狂。瑞停下话头：“洛薇娜小姐，关于您之前拜托我调查的那件事。”瑞继续说道：“我已经找到了您要找的那个人。”洛薇娜猛地睁大眼睛，